穿越成古代的一个俏寡妇，带着未满月的女儿，跟随难民进京讨生活。幸好遇到心善的侯府老夫人，让我进府当奶娘。原以为能过上安稳的日子，结果侯府背叛，满门流放了。我懂，这又是个功高盖主、兔死狗烹的故事。但我只是个小小的奶娘，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侯夫人的托孤。我答应夫人，庇护小少爷周全。这镯子是我从娘家带来的，看不出侯府印记。你拿着危急时刻换些银钱，记住，离开后给妍儿改名换姓，永远不要再回京城。孩子，你以后就是她唯一的亲娘。我颤着手接过，最后还是问了我最担心的事。敢问夫人，大小姐呢？前些日子春莲的孩子伤风，今早咽了气。夫人的意思是要用春莲的孩子代替小少爷，但大小姐无人可替。那夜我回到自己房中，搂着肉乎乎的女儿辗转难眠。当年我穿越过来后，身下还拖着胎盘，丈夫婆家人不见了，我只能拖着疼痛的身躯逃出洪水淹没的家中。凭着求生意志，我跟着难民群步行300里上京，拖着最后一口气迈身入侯府。一进府第2天就高烧起不来床，最后得侯夫人连连，不仅给我请大夫，还让我养满1个月，再带着女儿在侯府做粗使婢。我进府第3个月，大奶奶林静书因为一场风寒回了奶水，侯府找了10几位奶娘，大小姐周宁安都不吃，只扒着大奶奶的衣裳哭。眼见小人饿得只能哼唧，偏偏我收工拎桶时进院子里一趟，大小姐闻到我身上的奶味震天大哭。于是我就成了侯府大小姐的奶娘，日日好吃好喝供养着。又因为我常在主院进出，所以大奶奶童年出生的小少爷也与我格外亲。侯府中主子也都温和，这才让我安心。想到这儿，我打开夫人给的布包，里面除了自己的身契，还有320两银票和些许碎银，并有一封密封的信函。我将玉镯和银钱仔细收好，又起身收拾行装，只等天亮就离府。开门，奉旨查抄侯府。我从睡梦中惊醒，听见外面一片嘈杂，我心知大事不好，快起来！昨夜娘跟你说的话可记住了？娘，女儿记住了。我正要去抱小少爷，房门却被猛地推开。快走，前门已经被官兵围住了，我带你从后门走。小少爷呢？林静书一手牵着女儿周宁安，一手抱着儿子周宁玉，笑得牵强。阿颖，我就说这孩子为何不撵我，也不沾奶娘，看来是跟你有缘。说完，他在儿子额头落下一吻，连同一张帕子一起塞给我。家里的财产要被查抄，不敢给你太多银钱，这帕子里的220两银票未过府中账，你收好。乖，不哭，娘在这儿。我抱着孩子穿过熟悉的回廊，眼见府中已乱作一团，丫鬟仆婢四处奔逃，官兵的呵斥声忽远忽近。我钻入树丛中，借着夜色隐匿身形。春梅则在旁边的石径疾步，中途遇到一队官兵，她尖叫一声将人引走。我蹲着等前面没人时，正想走，却看到憔悴的春莲抱着死去的孩子从旁边的小道上转出来，接替上了春梅的位置。两人没有任何交流，一个在明，一个在暗，走向后门。后门虚掩着，看似没人，但我没动。春莲抱着死去的孩子跌跌撞撞，正要推门，就从外面进来4个官兵。她尖叫一声，转身往回跑。我死死咬住嘴唇，等春莲把人引开，才拉着女儿走到后门边。我轻轻推开一条缝，屏气等了2息才探出头，只见外面巷子空无一人。我回头再看一眼生活了5年的侯府，一咬牙踏出门。就在我踏出侯府的瞬间，身后传来一声凄厉的哭喊，我却不敢停留，抱着孩子快步走入黑暗中。侯府外面到处都是火把，我不敢乱走。我咬牙顺着侯府围墙阴影走，竟绕到了距正门不远的南侧门处。抄家通常最先被抄的就是前院，所以我心下一横，从一道狗洞又钻回侯府。侯府墙根松快，府里下人们的孩子常瞎跑，所以妍儿打头将我带到前院角落的废弃马房处。这里看似已经被翻找过了，杂物草草被翻了个底朝天。妍儿，你藏树上去，如果娘跟弟弟被找到，你千万不能出声。我抱着小少爷周宁玉蜷缩在草堆里，这孩子好像也知处境危险，始终未曾哭闹一声。天蒙蒙亮，侯府彻底没了声音。我没有贸然出去，而是让女儿继续藏着，并叮嘱如果自己1个时辰内不回来，就让女儿找机会出府。确认女儿听懂后，我抱着周宁玉小心在府中行走，到大厨房找吃的。大厨房处于前后院之间，我找到半碗没来得及吃的粥喂给周宁玉，又找了几个滚落在地上的馒头。我咬牙往后院走去，前院只是乱，但后院几乎被掘地3指，看来陷害侯府的人把证据藏在了后院。我心里升起一股寒意，赶紧往回走。我就这般带着孩子在马房里躲了3天，厨房里的吃食都发酸，围墙外面才彻底没有声响。娘，官兵们都撤走了。好，那咱们也走。我从厨房找来一个背篓，在里面放上已经软塌塌的菜，又从下人房里找来几件粗布衣裳，裹着周宁玉抱在怀里，而自己跟妍儿的衣裳早在这几天弄得脏兮兮，都不用刻意装扮。京城已开始苏醒，街边小贩陆续出摊，行人渐渐增多。我假装在西市摆了2个时辰摊，
烂菜当然卖不出去。我只想打听侯府到底如何了，可越听我越惊心。那一夜京城震动，不仅开国功勋的武安侯府周家被抄，名满天下的林家也没逃过。大少奶奶的爹一头撞死在宫门前，他娘用丈夫的鲜血在宫门上写了个冤字后自刎。好在侯府老夫人提前一步放了府里的几百下人，还有各地庄子上的近千人，都被放还了卖身契。虽被拦截了一部分，但还是有不少人在官兵来前出了府。娘，我们要去哪里？言儿不怕，娘会护你跟弟弟周全的。咱们回老家吧，那里有山有水有田有地，可玩耍的比京城多多了。我微笑着描述，心里却是一片茫然。我早已没有家乡可言，6年前家乡洪水尸横遍野，如今我该去哪里安身？这时街上突然喧闹起来，有人喊着叛国贼，周家要被流放了，大家快去看热闹。我浑身一震，拉着女儿，抱着周宁玉，也跟着人流往主街上走去。侯府嫡庶主子带着脚镣捆手的绳子，连成一串在街上行走。不知道是谁喊了声叛国贼，其他人都开始往他们身上砸东西。我红了眼眶，就凭侯府对下人的态度，怎么可能叛国呢？你在这儿哭，你跟叛国贼是什么关系？我哭我男人，要不是这些狗官，他也不会死，留下我跟2个孩子孤苦伶仃。说着，我反手拿起背篓里的烂菜，朝周家队伍砸过去。如此风波让周家人注意到我，我跟着队伍边走边砸，泪水满脸。昔日富贵慈祥的侯夫人摇摇欲坠，大公子周文瑞满身是血，应该是受了酷刑。大奶奶林静书那么柔静的一个人，满身污垢，衣衫破烂。14岁的3公子周文轩不顾自己浑身是伤，护着前面的侄女周宁安，但他们看向我的目光里都只有一种情绪，感谢。不过我却发现队伍里少了一个人，2公子周文征。谁？是我，小声些。大公子3公子跟眼前的这位已经出嫁的小姐周青瓷是侯夫人所生，2公子周文征是庶子。我极少在侯府见到这个人，眼前女扮男装的就是周青瓷，她比大公子小2岁，嫁给了相国孙家大少爷。跟我走。姑奶奶，侯府会被流放到哪里？随州。那您找我是为何？您若是无地可去，可否带着孩子去随州？那边有人。那边是流放之地，我爹在那边有部下。不过随州被群山环绕，夏日炎热，冬日苦寒，流放之人为生，城都是黑乎乎的，并且相距京师足足1300里。我一个妇人带着2个孩子去哪儿都危险。如果流放之地有周家部署，那只要能撑着走过去，后面的日子就好过了。你可知道前路艰险？夫人放归众徒，不仅是她人善，也有为我打掩护的意思。但屠妇们都有造册，官府要查，必定是从主子们贴身的开始查起。查到我这里虽是迟早的事，但还有时间，所以为何不趁着他们还没查到，我先行一步呢？谁能想到，我一个粗使婢，在春秋竟敢带着幼儿北上苦寒之地。周青瓷明白了，为何母亲大嫂要把小侄儿给我。你想如何去？请标对。就说到云州与做生意的丈夫过年，如果直接到遂州就太明显了，所以我打算先到距离遂州300里的云州，然后再做打算。明日城外30里地会有标队等你。您只有保全自己，周家才能无后顾之忧。说完这句，我又觉得有些笼统。随州苦寒，您在京城就要多攒些银钱，接济接济。听到我这话，他浑身一震。周家一门从太祖开始就为国征战，如今边关平静，朝中重文轻武。父亲本以为家中兄弟弃武从文，主动递上了软肋，没想到马上就入冬，周家人怎么可能平安走到随州？还有一点，姑奶奶可知2公子去了何处？侯府后院被掘地3尺，您多留个心眼子。他被孙家控制，对侯府的事一无所知。我的这2句让他撕开了阴谋的一条缝隙，得见些许天光。我在城里待得太久，怕有变故，我留几片烂菜叶在背篓里，拉着妍儿遭了几个白眼，买到1小捧白米，最后在一家杂货店又买了针线、水袋、木头碗筷、火别子。守城官兵见多了这种进城卖菜换点钱财的百姓，想都没想就放我们出城了。叔，您去哪儿？20里铺，捎俩钱搭车。您住20里铺哪家？我咋没见过您？20里铺往北4、5里的山坳村，平时不咋从镇上。小嫂子，您住哪儿？镇上一对老夫妻开客栈那家。我可没去过20里铺，但顺利套出了话。至于客栈，哪个镇都有，有没有老夫妻就看运气了。好在运气不错，20里铺还真有一家。今儿婆婆让我进城卖菜，顺便给小的点白米熬粥。丫头贪玩，一下就到这点了。您载我一程。哎呀，铜板花完了，您载我到门口，再给取钱。成。老汉是进城卖柴的，回城还能揽客，顿时笑开了花。牛车到客栈时，天已全黑，小镇上亮着几盏朦朦胧胧的灯笼。您在外等下，我回去取钱。这白米先用瓦罐熬上一把，再给丫头煮碗猪油面，我随便吃点就行。好，这就去。见他们进了厨房，我又从柜台上拿起3枚铜板，走出屋子交给牛车老汉。在老汉看来，就像是我回家安排公婆钻事，顺手拿了柜台上的钱付车费。周宁玉乖了几天，终于在这夜闹腾起来。
我反而松了口气。孩子这几天太乖，我心里一直惴惴的，直到外面响起3更梆子，他才安静下来。我把周宁玉小心放在床里，给女儿脱了鞋，轻轻抱上床，与弟弟并排睡。盖被子时发现女儿手里捏着东西，掰开一看是周宁安的珠花。夜里我不敢深睡，合衣趴在床沿打盹。第一声鸡叫时，我猛地惊醒。恰在这时，周宁玉醒了，小手小脚乱挥。我不敢把孩子单独放着，背在背笼里。下楼找到厨房，喂完孩子，趁客栈老两口还没醒，我放上一把铜钱，带着孩子推门离开。喂，小婶子，可是到云州见男人的？后面一群男人笑起来，看装束，有镖队的，也有客商。我是去云州见男人，不知镖头可有女人见？走了走了，我着急见男人。任谁也想不到，这样的妇人会是大户人家里规规矩矩的奶娘。就这么一会儿，我已将同行的人看了个大概。京城的小镖队常互相联合，把往同一方向的商客聚在一起走。刚才搭话的红脸汉子是接我这趟活的，姓李。他这一队共有3位镖师，另外2支镖队各有2位镖师，其中一队还接了一对30岁左右的夫妻。马车车厢里堆了些轻盛的货物，我们3人坐进去，颇有些急。您凑合几日，等到500里外的清镇交了货就宽敞了。什么小婶子，我未必有你大。姓赵，25，没必要隐姓埋名，万一过关点查户籍，反生事端。哟，那得叫妹子。我叫李逵，27，威远镖局的镖头。李叔叔，这丫头真乖。赶货车的张镖师年40，赶马车的小伙姓白，才18。顺风顺水顺财神，启程。镖队与流放都走官道，周家提前1天上路。我估摸最快当天傍晚，最迟第2天就能遇上。第1天镖队照顾我们几个客人，只走了30里，便在一处官驿歇下。妹子，今天晚上好好休息。明儿咱们就得加快脚程喽。这些人把货物搬进屋后，开始打理马匹。我拿起一根草，塞进周宁玉手里，伸过去喂马。娘的好孩子，咱们给马儿喂根草。这一路辛苦，小马在载咱们呢。听到我逗孩子的话，不仅李镖头诧异一瞬，就连张镖师跟白镖师也抬起头看我。赵妹子心真好，除了我们做镖师的，其他人可看不到马儿的辛苦。他们什么都知道，只是不会说话罢的。我这老伙计快退休了，就像妹子说的，他们什么都知道。张大叔，他几岁了？镖局的马匹干不动后，要么被杀，要么被卖。张镖师很是舍不得这匹老马。他16岁了，曾经是匹战马。我就知道周青瓷不会真的随意给我找支镖队，但我没有试探询问。若是一路顺畅，大家也就萍水相逢而已。那骑着他打仗的人是您吗？不是，他主人把他卖给我了。那他主人……妍儿，别打扰叔叔干活。官驿有个大婶子恰好宰了头羊，见我抱着个孩子，便来问可要羊奶。那来2盅吧，记得熬煮开，1份里面加上些糖，另外1份配上2个白水蛋。哎，夫人真是好，对姑娘也同儿子一般。喝完奶，2个孩子都困得睁不开眼。妍儿怀里抱着周宁玉，头一栽一栽的睡了过去。我转身把门关好，赶了1天路，也准备休息，把包袱、剪刀都放在最顺手的地方，才合衣在床沿边躺下。谁？周妹子，是我，李大哥，该起身了。我这才发现窗外已经泛白，顿时懊恼自己睡得太死。就这么几句话功夫，妍儿已经自己穿好了外衫，滋溜滑下床。她拿昨晚擦脸后还湿着的帕子给自己抹脸，翻个面就要往周宁玉脸上盖。哎，让弟弟先睡，给娘吧。湿帕子一上脸，我被凉得机灵一下，彻底清醒了。赵妹子，动作这么快。第一次坐这么久马车，浑身酸痛，耽搁你们时间，让你们久等了，真是不好意思。没事，我提前喊你了。既然时间还充裕，那妍儿，你去叫5碗素面，咱们吃完热热乎乎的赶路。我娘子也怀孕了，约莫这趟回去就休息半年，此后她生产，我便在家照顾她。真的，定能生个大胖小子。儿子女儿都行，我倒希望是个女儿，像妍儿这般乖巧。温阳镖局与新义镖局都等得不耐烦了。对不住了，几位老哥，我再去催催。催什么催？这雾气都没散，时间不还早着吗？兄弟，您这话就不对了。您去的宛州与京城相距500里，少则10天，多则半个月也就到了。可我们要去的是杨堡镇，离你还得远300里啊！眼见秋深，这么耽搁下去，后半截路我们就得顶风冒雪。那能怪我们吗？谁让你们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呢？既然这样，那便是道不同不相为谋。2位老哥，不至于，不至于。 3位老哥，咱们一路本是图个照应，现在既然不和顺，那便就此别过吧。李逵还想劝一下，只是他话还没说完，浓雾中就传来铁链与地面摩擦的声音。大家停住话头，朝官道上看去。我抓住妍儿，紧紧捏住她的手。妹子，屋里寒气重，你抱着孩子上车吧。多谢张大哥了。我伏在货物上，掀开车窗的一条缝隙。走快点，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才能到啊？那托你们的福，老子今年过年不能回家陪老婆孩子了。嘿嘿，还回家过年呢？寒冬腊月的往遂州去，活不活得下来都另说。侯府众人被拴着，脚踝上的铁链沉重，每走一步仿佛要用尽全身力量。打头的是侯府大公子周文瑞，能看得出他尽量绷紧手上的绳子，给后面的母亲和妻子借力。不过几日，昔日雍容的贵妇头发就白了一半，但风骨不减，
哪怕脚步蹒跚，大奶奶林静书摇摇欲坠，如一尊木偶娃娃。接着就是周宁安，小小的人儿拖着重重的脚链，一走就踉跄。大人，我们若是不受鞭，能吃饱，必定能走快几分。黄毛丫头还想吃饱，还当你是尊贵的侯府小姐？我们走快些，你也好尽快回去交差啊！谁说一定要把你们送到随州才算交差？1000多里路，老弱病难，死在路上也是常事。小人吓得死死闭眼，缩成一团。而在他上方，三公子周文轩轻身，试图用身子挡下这一鞭子。住手！可以说，没我周氏一族，这江山未必还姓余。这差爷就确信我周家难再翻起风浪。他知道侯夫人这话没说错，周家不仅有历朝之功，更是在后面的数次皇位更替中，如定海神针一般稳定局势。你等押送周家去流放之地是一桩苦差事，可二位差爷确定这就是苦差事？或许是登云梯也未必不可。举起鞭子的手已经软了，他一律不定地看看侯夫人，又看看同伴。差爷，千里路，咱们也算是同甘共苦了。我周家虽流放，可罪不及出嫁女。我大妹妹还在京城呢。他与另外一位衙役对视一眼，想到侯府大小姐周氏，他爹虽死，可朝中可有不少大人都是周家学生，还有侯夫人，娘家兄长现在还在西北岁月关镇守呢。气氛有些僵持，衙役虽然态度有些软了，但面子上拉不下来。我看到大公子给银子的动作，从包袱里抽出一件周宁玉的暗绣万字纹的棉布底小衣，放在了膝盖上。李逵、李镖头，几时启程啊？哦，马上。袁大哥、雷老弟，一起走吧。经过这一段，新义镖局的2位镖师也不好再与顺水镖局继续计较，点点头，算是给威远镖局一个面子。我没放下帘子，我刚刚一出声，侯夫人脸色就变了，还有大奶奶，原本木讷的眼睛动了，她转头好像在找什么。而周宁安已经看向马车，眼里有光。我知道，必须给他们一个坚持走下去的理由。此去云州还有1000多里呢，早些走吧。我这话本是要给侯府众人传递消息，没想到却被那姓戴的女人给曲解了。哟，让我看看是谁家的小娼妇这么会说话，不过是睡了一夜，就敢在老娘跟前叨叨了，指着谁呢？谁不知道你有男人睡似的？大清早死赖在床上不肯起，非要其他男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进房里喊，到底谁是娼妇呢？相公，你看他。好了，上车，再耽搁，今天还走不走了？顺水镖局的一看，他们已经把人家2家镖局都得罪了。见自家镖头不耐烦，那2口子才不情不愿地上了车。车帘晃动，我看到侯府的人都在目送我，我也将目光停在了周宁安身上。哎，你们在前面草堆下面歇息吧，我兄弟俩进去撒个尿。多谢2位差爷了。母亲，你歇歇。那是我的孩子。嘘，我看到了，会好起来的，静书。他伏坐在母亲身边。爹，妍儿带着去年我送她的绒花。周文瑞撕下衣服一角，裹住女儿被铁链磨到血肉模糊的脚踝，他的手在颤抖。受过酷刑都未吭一声的他，再也忍不住红了眼眶。大哥、大嫂，你们就是太妇人之仁了。那奶娘身边的女儿与宁安一般大，又自小在一处，为何不住口？春莲的孩子本就先天不足，这才用来代替名额。妍儿健康活泼，也是爹娘生养的，你怎能有这样的想法？文轩只是一时想不通，可我周林2家皆以德立本，若是能做出这般猪狗不如的事，咱们也不会有如今光景了。明明我们家没有错，明明没有错啊！别怕，大哥保护你。娘，听到奶娘的话了吗？她说会带小玉在云州等我们。反倒是周宁安笑眯眯的，最小的他心里最强大。这样挺好的，可以随意躺着，不用遵守大家闺秀的条条框框。奶娘曾经与我说过，要不是外面太危险，她才不想在京城住呢。她想种地，想种院子里的花，住茅屋、木头房，做好吃的。等到云州，说不定奶娘已经做好一桌子好吃的等着我们。宁安跟奶娘熟，到时候你替娘说个情，让她也收留我住木头房子吧。之前他想着把女儿送到随州再死，现在他不甘心，他还有宁玉。但林静书一想到在牢里的事，就躲避丈夫的眼神。你们啊，还不如一个奶娘呢。她一个女人敢带2个孩子上路，可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呢，难道还要被她比下去？我这边马车驰骋，妍儿坐不住，时不时爬去跟2位镖师聊天。今天是赶路的第4天了，眼见路边树叶越来越黄，我们才走了200里。终于在第5天早上，戴氏2口子又催不起，忍着气同行几天的新义镖局原镖身等不住了。各位，不好意思，我得先走一步了。我俩家中都有妻儿，还想在过年前赶回去，不好意思了，各位。李镖头眉头一皱，按理说他要走的路比新义小局的更远。赵妹子，你们可还受得住？
受得住。我其实心急如焚，只是面上不显。我相信周青瓷说的有后手，所以早一天到边境地界，那就早一天安全。二位先等等，咱们同行。我先去跟顺水镖局的打个招呼。不过小半刻钟，李逵就从驿站里面出来了。启程！好你个李逵，威远镖局也算是大镖局，竟做出这般出尔反尔之事。等我回京，必定告到你们东家面前。镖局之间都很团结，威远镖局在京城里也算是个镖局中的小头领，所以若是被人抓住这点不放，李逵必定要受罚。我要去的云州距京城1100里路，此去4、5天才走了200里。按这个速度，等我到云州都赶不上过年。而且越往北走越冷，说不定还要走冰雪路，那速度更是慢。你们等得了，我怀里的孩子能等得了吗？赵妹子，真是对不住了。若下次您还要脱镖，定给您一个优惠价赔罪。对不住了，二位，后会有期。2天后，3骑官兵在官道上飞驰而过，虽只是一瞬，但周家人浑身冰凉。他们认出这些人是去找我的，我带着2个孩子就更容易暴露了。虽然朝廷中人未必知道妍儿还活着，但孙相国老奸巨猾，必定会查每一个从侯府归乡的奴仆。林静书浑身筛草一样，但他遭受过，见到官兵未去也正常。你们可见过此人？没见过，应该是跟你们差不多时候出城的。见过。你胡说什么？您说会不会是那个赵贱人？这也不像啊。对，关大爷，跟咱们一起出京城的镖队带来的女人，我觉得跟画像上的女人有些像。如果胆敢欺骗，小心你们的脑袋！而我们此时已经到了距京城800里外的杨堡镇，正在路口与新义镖局的人告别。这一路多谢赵妹子帮忙。跟顺水镖局分道扬镳第2天，新义镖局的雷镖师就摔伤了手，无法控马。我不想留他们在半路，万一遇到追踪自己的人容易暴露，所以让妍儿照顾周宁玉。我跟着雷镖和雪赶马车，人在挣扎求生时会爆发出很大的潜能。不过半天时间，我就能自己控马赶车了。于是雷镖师帮我照顾2个孩子，我替他赶马车。我们只在晚间留够马匹休息的时间，还有就是在京镇停留了半天交货，其他时间都日夜兼程，一路疾驰，日行90里，对比前4日几乎翻倍。出门在外，何必计较？若是往后我落难遇到2位，还请看在同行的面子上，施舍一口粗茶饭。赵妹子心胸不输金国，就此别过，后会有期。与新义镖局分开不到半个时辰，一直听话乖巧的周宁玉突然哭闹不已。李镖头以为是孩子老在马车里腻愤了，抱上马骑着逗着玩，也止不住哭。我抱着哄，下车走都不行，眼看孩子哭的都要背过气去了。我突然想到曾经在民间看到过的一则传言，神灵挡路必有缘故。李大哥，那边路上是不是有只兔子？冬日兔子囤粮常见。说着，路上突然出现一条蛇，几位镖师御马使马车停下。冬日见蛇，这不常见了吧？李大哥，可否耽误1日？我们去杨堡镇暂住1晚，您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张镖师不着痕迹地看了我一眼，点头同意。而小白皱起眉，有些犯难。他着急完成活计回家，我一狠心提出买下他们这辆马车。李逵跟张镖师几乎是立即反对。赵妹子，没有这样的道理。是啊，这话传出去是要砸镖局招牌的。就听你的，回杨堡镇过夜。本来这一趟去程预计是20天，回来10天，现在才10天便走了2/3的路，莫要太过分。是，镖头。他归家心切是真，但出来前东家也说过，这一趟要用时差不多1个月。他看在报仇后的情况下就接了。可有小路，咱们顺着小路回去吧。有我带路，尽管放心。说来也奇怪，往回走时周宁玉不哭了。就在我们往回走时，正在等待进城的新义镖局2人眉头紧皱。小雷，你觉得画像上的人到底是不是赵媚娘？武安侯府素来威名在外，这些个狗东西。只是他们找赵妹做什么？不是说周府除了一个外嫁女，一个主动招供的庶子，其他人都缉拿归案了吗？2人思考了半晌，突然对视，都从对方眼睛里看到震惊。市井传言侯府被抄家当夜就死了人，听说是大奶奶身边的奶娘被惊吓，抱着侯府下一代唯一的小公子跳井了，尸首第2天才打捞出来。如果他是从侯府出来的，那我怀里的孩子难不成是……自己怎么就说他们抄云州去了呢？老哥，这就是命啊！那俩官兵目标明确，直接就找到咱们镖局旗号来问威远镖局队伍里是不是有个带孩子的女人，有什么办法呢？若是再遇到，定要帮他，不只是为了私情，还有家国大义。雷镖师交了镖队通行证，他们是最后进城的人，守城士兵催促他们快些，到关城门的时间了。等一下，等一下！哼，巧了不是？官爷，等等，那是跟我们一起的镖队，半路拉屎拉在后面了。
官差掂了掂手里的铜钱，冷笑一声，继续招呼人来推城门。雷彪是在心里骂娘，明显就是嫌少。官爷，给各位官爷添麻烦了。若是今夜下雨，车上的货就都毁了。搞快点，别耽误兄弟们下衙。我坐在马车里，但愿现在京城还没发现周宁玉活着。如果只是追查侯府下人，就不会太严，也不会到处张贴画像。李逵满脸怼笑，向守城的官兵连连作揖，说等这批货交了，请各位兄弟喝酒。在他说话间隙，拉货的2辆马车顺利进城，城门在我们后面轰然关上。其实侯府放出来的下人名单，各城已经加急收到了，可他们觉得一些下人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出现在800里外？再等几天排查也不急。守城官兵除了留下值班的，其他人吆吆喝喝的往酒关去。我们找了个客栈住下，而那3位官兵也在距离杨堡镇60里外的观音里喝着酒。他奶奶的，这女人真能跑！老大急什么？她越是花招多，越说明有鬼。老大，我觉得老三说的对，要是侯府真的小公子在那女人手里，咱们仨的功劳可不小。看往后那姓任的还敢不敢白眼看您？我反倒不想是侯府小公子，钱财才最实在。于是他们找到牛车老头，老头说他是20里铺客栈老板家的儿媳，结果客栈老板说他是牛车老汉家的儿媳。此时他们察觉不对劲，又费力把2方人聚在一起。客栈老夫人跟牛车老汉这才发现，那小娘子满嘴谎话。这3人一商量，得出一个结论：要么他们追查的我不只是粗使婢那么简单，要么就是我趁乱带走了侯府什么值钱的东西。不管是哪个原因，他们都不能上报让别人摘果子。3人甚至打算，若我带走的是值钱的东西，那就杀人夺货。于是他们根据牛车老汉、客栈夫妻的描述找画师，画了一幅与我只有5分相似的画像，就开始抓人。也正是我的谨慎，耽搁官差3天，我们才会在这杨堡镇错开。在杨堡镇住了1夜，第2天一早我就坚持要出发。李逵让我再等等，看看孩子情况。我坚持要走，他们的目光有些不同。见我态度坚决，李逵也不再劝，于是跟新义镖局的人告别，一早就出城离开。2拨人隔着1天的路程往云州赶，只是前面的官差遇到驿站就要停下来问是否有人见过我。他们这个举动恰好惊动了与周家有关的人。周家被收兵权许多年，不少人不屑屈居乌烟瘴气的军营，散在各地，其中又以云州、随州居多。因为周家当年就是从这一带把打到皇城的敌人赶出去的。至于随州，那是流放之地，除开真有罪的，大部分都是因为站错队被冤枉的。老侯爷常年激济他们，这也是皇帝家忌惮他们家的原因之一。流放到这么一个古寒贫瘠地，吃都吃不饱，没有造反的条件，且处于边疆，若是敌国来犯，他们就是炮灰。正因如此，当3名官差打听我的消息，就传到了有心人的耳朵里。于是这些人有接到周青瓷消息的，也有自发起来找我的。他们在官差前面找，可怎么都找不到人。大哥，咱们不会在路上错过了吧？他们是赶马车，肯定没有咱们骑马快，按理也能在路上遇到的。莫非那女人知道我们来了，所以半路藏起来？不管如何，明日到云州城门询问，若没有进城，那咱们就再折回来。于是一直靠机智避开官府的我，在距离云州城30里外遇到了追捕我的官兵。李逵远远看到3骑扬秦尘而来，他暗暗握紧缰绳。这么久的相处，若说他还不知道我有意，那就是缺根筋。但我没说，他也就假装不知道，只想着赶紧把人送到目的地，这桩事就跟他没关系了。镖头啊，要不你带着小白先走？妍儿，如果娘要让你一个人跑呢？妍儿不要，没有娘，妍儿就算活下来也艰难，妍儿要永远跟着娘。好，那你相信娘，一定要听娘指挥。3位官爷，我们是京城威远镖局的，前来云州走一趟镖。赵颖，你挺能跑啊，哥几个可是日夜不休，差点跑死马才追上你。这位差爷找民妇，可民妇并未有犯法之处啊。我且问你，你是不是侯府下人？曾经是，不过侯夫人放还了，民妇身契现在就在怀里，已经不是。嘴挺硬啊，那你跑什么？瞧官差大哥说的，民妇哪里是跑啊？民妇男人在云州做生意，这不赶着跟他团聚呢。男人不在身边，你也能生个大胖小子。要不回京的路上，你也跟我们哥几个生一个呗？我虽然早有准备，但马儿跑起来的第一下还是撞到了头。我赶紧双手死死抓住车窗撑住，防止胸前的周宁玉被压到。对，李大哥，这是怎么突然就跟官兵对上了呢？小白，赵颖应该是侯府下人。我知道啊，那官差不是说了吗？他怀里的孩子可能是侯府最小的公子。小白瞪大眼，指着前面扬起的灰尘，惊得话都说不出。武安侯府在大洪朝家喻户晓，可以说武安侯府就是百姓心中的守护者，所以小白想都没想，也跟着驾车追上去。赵妹子，你抓好了，妍儿我抱着呢，你放心。我怎么可能放心？张彪是现在保护的不是我跟妍儿，是他怀里的周宁玉。妍儿，来娘这里。女儿在怀，
我提着的心微微放下些。妍儿，抱着娘的腰，不要松手。娘，你没事吧？娘没事，妍儿不哭。有车厢牵制，老马终究还是跑不过官差的马匹。我看着车厢里的货物，云州城可以有人点子。我有，只要能进云州城，保你无忧。好，还有多远？山野15里。就在这时，后面的李逵追上了官差，挥舞马鞭试图拖延。没想到左边靠近他的一人直接趴下身体，挥刀砍在了他的马脚上。穿越多年，我本性里还是有不忍，但此时顾不得那么多了。被追上，我们3人都得没命。张哥，后会有期！此时正值深秋，地面厚厚的枯叶提供了一定的缓冲，顺着山坡往下滚。我的脊背还有垫在妍儿后背的手都快没知觉了。周宁玉开始哭起来：“妍儿，妍儿，妍儿，不哭不哭不哭，娘在这里，好些了没有？你动一动看看，可有什么地方痛？没有。娘把你轻轻放下去，你抱着弟弟的襁褓，慢慢去下面的平处，好不好？好。等女儿抱住周宁玉，我的坚持也到了极限。你再去帮娘找根直一点的棍子来。乖宝，饿了是不是？我只要在密林里找到云州城的方向，走过去就能得救。可现在林深树高，我分不清。无论古今，城市都会傍水，顺着小溪走就能找到聚居点。深秋山里有不少成熟的野果，孩子饿得哼哼唧唧，我不敢点火冒烟。最后寻到了剩下几颗果子的秋棠梨树，妍儿已经没有刚开始的恐惧，见我这样摘果子，发出阵阵惊呼。周宁玉嘴一张一闭就没了，挥着小手张着嘴巴还要。老大，那女人肯定是借货物遮挡跳下马车了。对，不过她一个女人家肯定会受伤，跑不远的。我要尿尿。怎么越来越粗鲁？不粗姑，能吃饱穿暖坐马车吗？你这小丫头还挺识时务的，要去都赶紧去。看着越来越不像豪门千金的孩子，林静茹无奈叹气。天气越来越冷，这种好日子怕是坚持不了多久了。嘘，娘，可还认得着？我的玉儿怎么了？这块布是年初大绝日赠送的回礼，因只有1匹，又在佛前供骨，所以做了宁安妍儿穿的礼衣，布料有剩。又给当时还未出生的玉儿、春生各做一套。娘，玉儿跟着奶娘肯定没事，而且奶娘还给咱们留了东西。好孩子，你怎知奶娘在这里藏了银子？奶娘常跟我玩找东西的游戏，我们看到的每一个小物件都可能是线索。那日她把弟弟的礼衣放在膝盖上，我就注意到了。娘，人多力量大，等到了随州，奶娘、妍儿、弟弟，咱们一起生活，互相帮助，日子也就没那么难。娘听你的。周文瑞诧异妻子主动牵他的手，正激动呢，手里滑进一块冰冰凉的东西。周文瑞紧攥着手，却不愿意放开他。他挣扎几下，沉沉叹口气，任由他牵着。后面每隔60里左右，差不多是周家人3日的路程，周宁安就会找到一块我留下的银子，足以让押送的官差另眼相看。他们再清楚不过，周家人身上的银钱早就没了，这些银子肯定是有人暗中给的。于是他们对待周家的态度就又好了些，夜里允许他们歇在驿站的柴房里，每日每人也能得2、3个粗粮馒头。我这边天色已黑，我不敢继续走，带孩子在山洞安顿下来。周宁玉饿得哭唧唧，我却还不敢生火，得等天色完全黑下来，看不到烟雾才行。娘去打点水，马上就回来。天完全黑下来，我在山洞里升起篝火，野板栗在火堆中被烧得噼里啪啦，不一会儿就可以吃了。妍儿，喝点热水。我在河边发现几株已经枯黄的藿香，捡了叶子回来煮水，可以驱寒。用碗里的水烧开，烧熟的板栗用勺子碾碎，再加点水可以做辅食。喂完孩子，我自己也混了个水饱。看着周宁玉和妍儿瘦了一圈的小脸，我在山中毕业的想法被打消。我突然想到了周家的事，皇帝之所以判周家流放，而不是直接杀了，肯定是有所忌惮。大奶奶林家是其一，还有就是侯夫人沈家，现在还有一个兄长守着边关，而沈周2家向来关系好。如果皇帝做得太过分，沈家唇亡齿寒，未必不甘。所以周家只要熬过流放路，我只要带着周宁玉去到遂州，那就算被查出来也无妨。小娘皮，你挺能跑啊！周宁玉大声哭起来，我左手无法动弹，右手悄悄握住腰上的剪刀，双脚蹬地往2个孩子跟前靠。我找到了，过来！哈哈哈哈，小娘子原来藏在这里啊！二哥，大哥还没来呢，等等。2位大哥，求您放过小女子吧。嘿嘿，放了你，那哥儿几个的升官发财路就断了。这老娘们细皮嫩肉，长得真不错。我一个粗使婢，抓了我能有什么功劳？大哥，您别开玩笑了。妍儿抱着周宁玉，躬身贴着洞壁，试图从另外一边绕过。功亏一篑。好在地面有树叶，周宁玉甚至都没哭。我知道不能再等了，趁我面前的官差被吸引，梦将手里的剪刀扎在他脚背上。
找死！我慌得不行，突然看到还未完全熄灭的火堆，我已经顾不得什么了，用左手把火炭朝官差面门打去。言儿扯住周宁玉的襁褓往后退。言儿，走！敢跑！臭女人，敢杀我兄弟！今天老子要把你抽筋扒皮，还有那个小的，卖去最下贱的窑子里。我赌官差没有我清楚洞外的地形。呸！两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弱女子还被反杀，祖宗都被你羞得要掀了棺材根出来。官差朝我冲过来，突然单脚踩进一个老鼠洞里。我知道自己的体力不支，转身就跑。言儿几乎是半抱半拖着周宁玉的襁褓，小姑娘连滚带爬。突然，前面传来不知名动物跑过的咔嚓声。小东西，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大哥，老三，你怎么成了这样？脚扭了，妈的，这贱人！老二呢？什么老二？你们俩没在一起吗？她一个娘们能杀一个大男人？不是我杀的，是他杀的！你放屁！就是你！老大，我没有，你别听这娘们瞎说。侯夫人传家的玉镯只有这一只，他们都想要，便打了起来。官差不知是在审视我，还是在审视后面的同伴。我背后的官差正往前走，就听到官差老大说：“小娘们儿敢挑拨老子跟兄弟的关系，老三，你把那贱人给我抓住！”黑暗中，老三目光惊疑不定。老三，怎么还不动手？你在干什么？哎呦，大哥，我脚疼。我心中一喜，怀疑的种子终究还是种下了。僵持了一会儿，周宁玉忍不住了，开始哭起来。小东西越哭越觉得委屈，声音就越发尖利，传出老远。树林中分散开的人突然竖起耳朵，然后不约而同地朝发出声音的方向摸索而去。跑！好在树林里阻碍众多，我和言儿人瘦小，比较好避开。救命！救命！你闭嘴吧！他越是这样说，越是说明云州城有官府忌惮的人，我当然不可能闭嘴了。我的预测是对的，因我刚跑起来，周宁玉不哭了，所以刚刚树林里的人失去方向。段大叔，又有声音了，这边4、5个汉子在林间跳跃，轻盈的跟猿猴一样，与我们越来越接近。娘，好疼！言儿乖，再坚持一下。娘，你带弟弟走吧，我脚崴了。我头晕眼花，终于我也摔倒了。倒地的瞬间，我侧身防止压到胸前的周宁玉。继续跑啊！我不服，上辈子我生孩子的时候血崩，输了几千毫升血，死里逃生。后来做志愿者，抗洪救灾，掉进团级的水里，穿越来这里，死里逃生。拖着这具刚生产不久的身子，抱着言儿走了几百里到京城，进侯府，死里逃生。在侯府风寒高烧，大夫都说药石无医，我依旧活下来了。所以我不可能死在这里。想到这里，我挥舞手里的刀朝官差砍去。你也配要我的命？多行不义必自毙，你也配动周家的孩子？娘！官差俯身用刀鞘砸在我的腿上。娘！我后悔了，我不该为了什么百姓大义答应救周宁玉。还没等官差反应过来，一道黑影冲来，抱起言儿，将她放在我身边。此时周围出现了5道人影，皆穿着夜行衣，以黑巾蒙面。你们是什么人？敢阻拦官府办案？没有一个人理官差，而是问我：京城侯府来的是你？我拨开胸前襁褓，露出里面花猫一样的周宁玉，幸在命在。看到周宁玉，这些人身上的冷意褪去，我紧绷的神经放松，脚下就是几个踉跄。小心，孩子放下来，我抱抱。不用。难怪能一路走到这儿，赵姐姐好警惕的性子。我莫名其妙的看了那人一眼，跟他熟吗？我再问一遍，你们到底是谁？敢阻拦官差办案？办案？这妇人犯了什么案？你们最好不要多管闲事，识相的赶紧走。说不出来，那就是假公济私。这女人我们就保定了。剩下的2人，一个扶着我，一个抱着言儿，打算撤退，就这么走了。不然呢？不杀了，放回去报信，反正都是掉脑袋的事了。杀了这2个官差，还能多拖延一些时间。你们下不了手，我来，只是你们得帮我摁住。你敢？为什么不敢？已经杀一个了。虽然杀了这2人，迟早也会被朝廷发现我有问题，但总比放他们回去乱说的好。我说的不对，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里发呆呢？对，那就杀了吧，速战速决。懂速战速决就好，我还真怕这人一直看着别人打。这时，抱言儿的人来到我跟前，我才看到这人只有一只眼睛。我叫赵颖，我姓段，名正，曾是侯爷副手，他们都喊我一声段叔。青瓷来信已告诉我们京城发生的事了。我听到他语气有些悲凉，应该是跑某情深。好在侯府并未有折损，等侯夫人、大公子等人到了云州，说不定比在京城过得还爽快。周家都坚毅之人，定能平安到达。他看了看周宁玉，小孩漆黑的眼睛眨也不眨，盯着前方打斗。要我说，大公子当初就不该弃武从文的，不然何至于现在无自保之力？是啊，侯爷始终顾念周家祖上几代与皇家持家的情谊，以为后代卸甲便能安稳，不然何至于此啊！说话间，前面的打斗结束，走。我尽量跟上他们的步伐，但这一天一夜体力透支，
终究还是在一刻钟后晕倒在地。小丫头莫哭，你娘是累得睡过去了，不是死了。你这人真不会说话，睡过去就睡过去呗，干嘛加个死了？沈叔叔不会说话，罚他抱你娘走。我娘受伤了，你不要动。什么时候受了伤？没有血迹，应该是伤筋动骨，并非外伤。昨天下午从马车上跳下来，滚下坡的时候，你娘带着你们俩从马车上跳下来。沈明清他们收到消息后，就一直在云州城附近的官道上等待，等不到我，他们只能跟着官差后面守株待兔，怕打草惊蛇。他们与官差之间始终隔着几里路。昨日在城门口遇到满身是血的老张，他们才知道我半路下车了。但老张那时已经神志不清，也没说清楚到底是怎么下车的。马儿被我刺了一刀，跑得飞快。去请大夫。好孩子，你娘护着你们俩跳车，可能受伤了，咱们需要解开她的衣裳，查看骨头。我娘说万般要紧事皆不如人命重，多谢段爷爷，多谢沈叔叔，求你们救救我娘。谁？客官，您吩咐熬的小米粥好了。多谢小二哥了，孩子就是饿了，正哭着呢。我来喂孩子吧。不是这样，是这样。哎呦，大夫爷爷，怎么了？我娘很严重吗？没事没事，这女子非常人呐。怎么说？男人脱臼都能痛哭，她手臂这肿胀程度起码超过8个时辰了，其中痛苦要亲身体会才知啊。这女子非常人呐。沈明清有些愣神，这8个时辰里，我还带着俩孩子逃亡，杀了一人。其实他之前接到周家表姐的书信时，还有些不信，想着周家真是没落了，居然找不到人可依靠，把孩子托付给一个奶娘。现在看来是他鼠目寸光。不知过了多久，我醒过来，浑身无处不疼，尤其是左臂传来火辣辣的胀痛。我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干净的床上，身上盖着薄被。我轻轻动了动，发现手臂被重新固定包扎过。娘，你醒了。妍儿，娘没事了。赵姐姐醒了，正好把药喝了。差不多4个时辰，大夫给你正了骨，敷了药，说你脱臼时间太久，韧带拉伤严重，需要静养至少1个月。还有，你身上的多处擦伤和淤青都处理过了。段叔他们呢？在外面守着。官差的尸体已经处理干净了，暂时不会有人追查到这里。等你恢复一些，我们就进城。赵姐姐，你真的是敢杀官差？不然呢？等着他来杀我，杀我的孩子。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觉得你一个女子能下得了手。当你和孩子的命悬于一线时，没什么下不了手的。我不是什么闺阁淑女，我只是个想活下去的普通人。我明白了。醒了就好，感觉如何？还好，死不了。别乱动。段叔，云州城的情况如何？侯夫人的兄长沈将军，他能庇护我们吗？沈将军我们已经联系上了，他得知周家出事，非常震怒。但如今朝廷盯得紧，他也不能明着做什么。不过暗中保护你们母子3人还是能做到的。只是赵颖，你并非周家奴仆，本可置身事外。这一路护着侯血脉，历经生死，我代周家在此谢过。段叔不必如此，我答应过侯夫人，就一定会做到。何况这2个孩子，我早已将他们视为己出。好，那接下来的路，我们陪你一起走。等你们身体好些，我们就启程去云州城内的安全住所。沈将军已经安排好了。那张镖师、李镖头他们……你放心，李逵和小白带着老张进城治伤了，他们都很安全。我们给了足够的酬谢，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具体身份和去处，这对他们也好。我这才彻底放下心，身体依旧疼痛疲惫，但心中那块一直压着的大石终于落了地。我知道，到了云州并不意味着绝对安全，朝廷的追查不会停止，未来的路依然充满未知和危险，但至少此刻我们活下来了，我和我的孩子们活下来了。进山出山，不会都只有这一条路吧？猜对了，这条路进去80里，沿途全是山，去云州直线不过60里，中间却隔着5座山。不信邪抄近路的人都有去无回。那这山高林深的物产定然很丰富吧？当然丰富了，但那可不是一般人能享受的。大虫、熊瞎子、毒蛇不常见，咱不说，就说那种小牛犊子似的鹿，长着3尺来长、树杈子似的鹿咬，被它撞上一下就能顶破肚皮。最危险的还是那些个蘑菇，邪乎的紧。段爷爷，蘑菇咋邪乎呀？那是山里精怪变的，吃了口吐白沫不说，还得去地狱里走一圈，看一遍前生做的恶事才让死。太可怕了，娘，咱们可不能吃蘑菇。也有那么2、3种能吃的，但那玩意儿也填不饱肚子。你当年就过来这里了，现在住哪儿？正往我住的地方走着呢。看到那边空地没有？
不行不行，碎炭太多，重量减半。大人，您行行好，我儿子重病，这些炭是我好不容易烧出来背下山的。我通融了你一个，后面的怎么办？我儿1天没吃饭了，等他好了我补上。你要去救他？不哦，我以为你停下来是于心不忍呢。救得了一个，救不了一双。在这地方不能有妇人之仁，发配之人定有冤枉，也有作奸犯科。就算是周家，也得是享得了从龙之功，就要受得住兔死轰亲。不过段叔这句妇人之仁我不喜欢。女人心软是骨子里的母性，若没了这母性，世间男儿从哪儿来？我并非没有妇人之仁，而是都给了他们。这里是原住民的地方，是也不算是，多数3代流放落地生根。开国发现这里时，山里原住民还如毛饮血。那他们还在吗？那这些人在这里怎么生活？边框赶车搬货，能活下去的都做。大哥，你终于会生嫂子吗？哇，大哥，才隔把月你就生孩子了？我不是送子菩萨。不错啊，有自己的人了。段叔笑话了，都是乞儿。我刚来时，他们有的人还没宁玉大呢。你在做什么？给孩子们熬点姜汤。你怎么不让他们回去睡？也不怕风寒？都熬习惯了。帮官府赶车时，夜晚也是在外露宿的。你要是没事，去拿些红薯来，烤着吃不暖和，加姜水煮成甜汤，用这个刷干净些。这又是什么方法？这样煮的比切片甜。大哥好香啊！你在煮什么？赵姐姐怕你们风寒煮的红薯姜水，拿碗喝了去上工。谢谢赵姐姐。是谁？得空了给我修好。别，我不要这样弄。终于把阳味压下去了。可有合适的房子给赵颖找一栋？流放的人不能住城里吧？不能。能打听周家分哪座山头吗？我想干脆上山，趁为大雪封山，熟悉环境，早做准备。我早就打点好了，把给沈家准备的先给周家用吧。多谢。若是沈家真有这一天，我必全力相助。往东越过5座连绵大山是云州，山上青冈树多，溢出银丝炭，但陡峭。图上标注靠前20座山，往深是我叫不出名的山峰。我想往里走，最好有山涧的，方便冬日出山。冬日出山，冬日大雪封山可以不焦炭，烧了存起来，春日一起焦。这地方路才危险，我想带周家远离其他人，而且我要做的事，暂时不想被人知道。这里。这座山隔6座山头，有宫殿大溶洞。这2座山如刀削，高千仞，鸟难飞。出山可还算方便？有山涧直通北城门外河流，就是远，人迹罕至，野兽多。那就这里了。谁说路非得是泥巴路，水路也是路？既然确定好了，沈明清又叮嘱了我一番，准备带我去找分配山头的官差。等下，我换身衣裳。既然我是周家提前来打点的家眷，自然不能穿得太寒酸。越是偏僻穷苦的地方，越是先敬罗衣后敬人。哎呀，沈小哥，你最近出去玩了？那些个乞丐小子干活都偷懒儿。这位娘子是周家家眷，前来探探路。周家娘子，这位是刘大人，掌管着随州城的全部山头。这人长得怎么跟前世动画片里的龟城相似的？刘大人安好，我家夫人说倒也不必特殊对待，就想找个清静的山头，到时候可能会有人来帮忙烧炭，地方小了铺展不开。好，下官懂。刘大人在随州多年真是辛苦，这点小钱您拿去喝点酒，等我家老夫人、大公子等人安顿好了，再找您叙旧。周家娘子客气了，周家世代英业，现在不过是一脚踏空而已。那我就先带着契叔回去了，等安顿好再上门道谢。终于出来了。我还以为你不怕呢。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怕倒是不怕，就是想到要把那些东西拉上山，我就头疼。交给我，希望你能成功。肯定能成功。那干脆买骡子吧，往后从山上往下运炭也用得上。行吧，刘大人听到我要买骡子进山，显得更加殷勤了。最后，在他的帮助下，我用30两银子买下了3匹骡子。多谢刘大人了，要不是您，我还真不知这骡子竟还分驴骡、马骡。周家娘子不知道正常，往后若是还需要再来这家，她不敢坑你。不敢，娘子一看就不是一般人，又与刘大人相熟，我哪里敢哄您呢？买了骡子，我又去买了20把锯子，这可把铁匠铺老板惊到了。娘子，锯子200文一把，20把可就要4两银啊！那就要5两银子的吧，反正都要用，趁现在刚来手里还有点钱，先一并买了。刘晨还算个人，没哄你。他叫刘晨，看着简直像龙宫里的龟城相似的。说起来，他与侯爷还有点渊源。当年他是一县县令，倒霉遇到地洞，被压在房梁下，正巧侯爷回京路过，顺手救了他一把。后来有人参本事说他做县令德行不公，所以降下天罚，然后就被贬来这里了。原来是这样，还以为是我的一番说辞唬住人家了呢。事情准备的差不多了，沈明清去挑了10来个少年，这几个算是我一手带大的，他们明日背着些东西跟咱们一起上山，往后若是有什么事，他们也能跑个腿。多谢。方姐姐，
等搬完东西，还能喝一碗甜甜的姜汤吗？好啊，到时候多放点红薯，更甜。周宁玉可能一下子见到这么多人害怕，谁抱都哭，寸步都离不开我。我们从清晨天未大亮就出发，顺着山涧一路跋涉，足足用了4个时辰才到达山脚下。路线可都记住了？记住了。一般人把窝棚搭半山腰。你来时看到适合建房的地方了？有，咱们去山顶。山顶有天然平台和挡风山头。那肯定是个好地方。谢谢哥哥。叫叔叔吧，我叫你娘姐姐。各论各的，叫哥哥没问题。谢谢张哥哥，谢谢李哥哥。先捡手臂粗的砍，建临时窝棚。别走远了，就在附近看看。段叔放心，我不离开你们视线。吃饭啦！娘，好美啊！丫头，看爷爷带了什么？我去泉水边处理，放明天不新鲜。我跟你一起，血水弄脏池子不好，以后搭个棚子。好，万一有落石，棚子也安全些。这兔子肥，皮也大，等我抽空染制好，正好给3个孩子各做一套耳笼、围脖、手套，怎么样？还行吧？力气挺大的。回到篝火前，空气中满是香甜的味道，板栗在火中炸开。升腾起的火花像场小型烟花。等待兔肉的过程中，少年们也没闲着，一人抱了一截木头，用匕首在削着什么。等吃饭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在削木头碗。咦，你们用的匕首都一样，能给我看看吗？这个价格便宜，但缺点是容易断裂。我猜这是有人偷偷卖给你的。你怎么知道？铁市朝廷中管制品，就越有市场。随州必定有地下黑市，出售这种质量不太好的匕首。10多个人，夜兔再肥硕，一人也只能分到1小块。你看你，让孩子多吃点怎么了？我知道您疼他，可越是疼他，就越不能溺爱。食物要大家分着吃，万万不能养成好东西都是他的这种想法。我看着一旁的周宁玉，小嘴吧嗒吧嗒的，一碗丽蓉羊奶全喝掉，最后还打了个奶嗝。你说想烧砖建房，这工程量有些大不说，咱们也不会呀。这山上有猛兽，木头房子我怎么看都觉得不保险。侯府曾经有砖窑，我替侯夫人去办事的时候看了2眼，可能烧不出很结实规整的，但用来建房子总比木头结实些。反正都流放了，你真会。试试呗。现在秋高气爽，砖坯正好晾。吃完饭，我指挥少年们在地上挖出几个1尺深的土坑，然后在土坑里面燃起篝火，好让他们晚上可以暖和的睡。赵姐姐，为什么要在坑里烧啊？因为要隔离啊，地上落叶太多，一不小心就会燃起大火。是哦，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居然想不到。我以前也不知道，还是别人告诉我的。把这个垫在地上，小心熟凉。等窝棚里的妍儿、周宁玉睡着了，我把2个孩子放在一起，给他们加盖了一层我的棉袄后，便悄悄出了门。睡着了？睡着了。这俩孩子都好带啊，真是难得。是啊，从京城一路走来，2个孩子都特别省心。你懂。仅凭入手的感觉就知道这2把匕首不同。你看这一把，千锤百炼出的刀刃，这种是熟铁。烧红后可以捶打成各种形状。这种我知道，军中大刀也是这般淬炼出来的。你看这种不反光，叫生铁，亦或是铸铁。这种杂质多性脆，只能用模具浇铸。这匕首就是先浇铸，然后打磨出刃的。军中箭头就是这种浇铸的。你懂炼铁，所以你别再与卖匕首的人接触了。这人应该是发现了铁矿石，这是要杀头的。多谢。收缴后，我让他把匕首暂时埋在附近，想着说不定后面还能用得上。不过这一刻，我们3人心里都明白了一件事，这山里有铁矿。第2天，沈明清又带着7、8个少年下山去了，还有些东西没搬运完。我已经跟他交代过，雇佣这10多个少年做工，帮忙烧砖建房。我圈出建院子的范围，这几天得先将这范围里的树木全部砍掉。好在有锯子，进度应该很快。难的是得控制树倒下的方向，还有保障这些少年们的安全。我一眼不敢错，提着心紧紧盯着他们放倒大树。这些大树桩段要是打磨光滑，刷上漆，做个凳子桌子，倒也颇有禅意。沈明清是第2天傍晚才回山顶的，往返山路耗费不少时辰。他带来坏消息，半山腰发现大型野兽粪便，疑似熊或老虎踪迹，必须尽快修建砖房，否则周家老弱上山后身处山林太过危险。下次帮我给刘大人带信，今年的炭等明年化雪后再交。那老油条早想到了，
新来第1个月不收缴木炭，留下少年就近砍树看守物资。我带着孩子和沈明清、段正等人外出寻找烧砖土。这是红粘土，既能烧砖头，也能烧制陶罐器皿。要不咱们就在这里就近建窑烧制，依靠崖壁挖窑洞做窑炉，挖窑出土恰好也是粘土，一举两得。跟养小羊一样，把2个小家伙圈起来喽。娘，这怎么玩？娘的乖宝，等日后给你烧出来做摆件。赵姐姐，你好聪明啊！那你们就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以后也会变厉害的。砖窑修整、点火硬化，空闲时日拓宽平台，不浪费1寸泥土做砖坯。首批砖坯带入炉时，山顶已建好数间牢固原木屋，不知名野兽粪便再次出现，且数量不止1只。我们一边戒备，一边加紧烧砖建房。10间屋子好啊，十全十美。经过这几天足量提供吃食，少年们身形长出肌肉，气力大增。这里天亮的早，想睡懒觉都不行。哇，好冷！小馋鬼，一睁眼就要吃东西。好吃就行。等下，后来听他们描述，当时只见地上一只大熊，睡得4仰8叉，如黑色的毛毯铺在地上。坏事是，这熊实在太大了。从粪便看还有只小的，这是大祸害。不除掉它，在这山上住着绝不放心。我心里清楚，搬家不可能，眼下只有这个办法了。做陷阱吧，等砖窑凉了他会走，咱们烧窑等他。最简单的陷阱就是挖坑，在里面倒插坚木罐。我之前花高价买的匕首，这就派上了用场。不能挖在路上，容易误伤自己人，就挖在炉门口。不够深穿不透它，不够宽怕它爬上来。我发现平日嘻哈的少年们都沉默了，他们都在祈祷。我十分担忧，最坏的情况是小熊掉入陷阱，大熊会发狂报仇。不行，晚上山里太危险，更何况是看熊瞎子。动静太大会引来其他野物，刚除一害，再来一害。他说的对，若没毙命让他跑了，后患无穷。野物怕火，遇到危险马上点燃油火把，能吓走。这是警告，强弩之末。当年护侯爷走老林，别说熊瞎子，大老虎都杀过。之后不跑，说明他被困住了。让我来给他一个痛快吧！这么大只熊，得好几百斤吧？怕是有1000斤重。黑熊没力气了，回来拿绳子，顺便牵骡子过去。娘，我要去看大熊。走，都去。娘，它的毛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软哎。下来看看，让他摸摸吧。行了，上来吧。这么大的熊，要加快动作才行。1、2、3，用力嘿！老天，怎么了？还有一只！稳住，加把劲儿！明日咱们炖肉吃。对，吃到饱！加油啊，兄弟们！得回去做点吃食慰劳慰劳才行。给骡子吃，太浪费了。那俩骡子累坏了，怕是没点甜头不乐意走。干啥？我不饿。不是让你吃，赵姐姐给骡子准备的。小一，把红薯给14，14你走最前面。好嘞。哇，好香！回来了，我煮了面片汤，马上就能吃。赵颖，你也吃点。哎，放着吧，你快先吃几口，垫垫肚子。娘，哎呦，爷爷的小祖宗哎，咋趟外山就出来了？你们回来啦？有没有遇到危险啊？走，咱们去篝火边，你娘煮了好喝的面片汤，你也吃一碗再睡。这孩子习惯跟妍儿睡了，只要妍儿一走，他没一会儿准醒。怎么了？有事？啊，我守着，你先去吃点东西，等会儿凉了。那行，我还真饿了。我自然没看到身后沈明清正就着我的背影，大大的喝了几口面片汤，更不知道他正努力忽略刚刚肩膀上被我触碰的感觉，压抑着自己心中那种奇异的情绪。褪去皮的大熊像团红肉块，我看着直犯恶心。把熊吊在树杈上，这样不会蹭得到处都是泥巴。熊胆是好东西，不仅消炎杀菌，还能做保健品。洗干净就好了。你要是嫌恶心，我来。不是，熊喜欢吃生鱼，有很多寄生虫。不管有多少虫子，我给它洗干净就好了嘛。有些寄生虫小到眼睛都看不见，就藏在肠壁里。我都说了，我洗干净。沈大哥，听赵姐姐的吧。你们胳膊就往外拐。没有，那您继续。你不是说能洗干净吗？现在你把它割开清理一下呗。不就是食物残渣和粪便吗？我能怕？走，跟娘去捡榛子。好嘞，娘。沈大哥，这就是赵姐姐说的寄生虫吧？娘，寄生虫那么可怕吗？
很恶心的。你们要是看了，往后连面条都吃不下。别说了，赵姐姐！榛子林距离围墙5-60米，这个季节熟了，基本都掉在了落叶里。见他们弯腰扒拉，我顺手做了几个木棍夹子，像用筷子那样夹就行。12哥哥，我娘聪明吧？赵姐姐可真厉害！孩儿们快过来！看到这种蘑菇没有？这叫真蘑，味道鲜美至极。赵姐姐，您还认识蘑菇？蘑菇太危险了，咱们不要吧。我信我娘的，这蘑菇看起来就好吃。娘，我找到了！哇，妍儿妹妹好厉害！快，我们也去找。我在女儿得意的样子中，轻轻摘下蘑菇，小心地放在背篓里。不得不说，这个季节食物真的很丰富，遍地的榛子不说，蘑菇也不少。我还时不时能看到一种淡紫色的小蘑菇，这种蘑菇看起来有毒，实际味道却很鲜美。我不知道它的学名叫什么，只听以前西南的老乡们管它叫鹿儿菇。要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么多，那是因为在女儿死后，我为了寻求心理安慰，到处去做好事。一开始的我什么好事都做，后来在一座山野道观中遇到了一位道姑。事无始终，是始也是终，是终也是始。莫道此生缘已尽，冥冥之中自有牵引。在回去的途中，我恰好遇到了一支救援队，因为队伍中有人见过我，便邀请我加入。就这样，我加入了救援队。家里人得知我加入救援队后，纷纷表示不理解。面对父母的不相往来，丈夫的离婚，我心里却没有多难受。快来，我又发现一大堆。来帮我一下。沈大哥，你快收拾干净啊！等会儿赵姐姐跟妍儿回来会被吓到的。坏小子，笑我呢。沈明清只能认命，把头扭到一边，用棍子挑起地上蠕动的玩意儿放进土坑里，怕那些虫子不死，他还挑了一堆炭火进去，然后才填土采食。大黑熊吃得膘肥体壮，腹腔里有很多乳白的油脂。沈明清边逗着周宁玉，边剔除着脂肪，不一会儿就装了满满2盆。除了内脂、脂肪和皮毛，剩下的肉反倒不多。挂在树上看，跟2头大些的家猪差不了多少，估摸着也就400来斤的样子。哟，快收拾完了啊！下水呢，弄干净，像猪下水那样炖一锅，应该好吃。这是怎么了？段叔，怎么不再睡会儿？睡了差不多就起来了。哟，这么多蘑菇啊，这能吃吗？能，我娘说能就肯定能。好，好，好，小乖孙说能吃，段爷爷就吃。沈大哥，您慢慢熬，我先去帮赵姐姐洗蘑菇了。给我等熬着熬。妍儿，给你沈叔叔拿去，让他嚼一会儿，别吐。沈叔叔，我娘让你嚼这个。段正带人去砖窑干活，沈明清继续分割熊肉，我在旁边打下手，将熊肉抹上盐巴，挂起来风干。榛果好吃，只是菌盖容易沾细碎树叶，收拾干净再晾晒比较好。沈明清拖着砍好的竹子回到山顶，竹子劈成竹片，然后再过一遍火，本来青色的竹条片就变成光亮的黄白色。将一根树枝打横挂起来，竹条边烤边掰，这不就是小时候睡的竹席吗？小四之前的几个都会，那时候年纪小，又没有锋利的刀砍不了树，我就带他们去掰竹子，用石片子劈，不暖和，但比睡在地上好。那你爹没再管过你吗？应该是没有的。若你要问，既然都这样了，我为什么还要考虑沈家以后？当然是为了看热闹，到时候沈家人一来都要依靠我过活，多好笑。确实挺好笑的。我曾听侯夫人说过，当年沈明清出事，沈家族人不仅不维护，还在第一时间反水，添油加醋的细数沈明清平日里的荒唐。要不是侯府施压护着，恐怕沈明清等不到沈将军回来就一命呜呼了。没盐了，明日我下山去一趟，你看看还有什么要买的。就盐巴，你看看还有没有人卖菜种什么的，有的话先买一些吧。砖窑这边，段正又封了一批砖头进去烧，门口的陷阱他弄来大树盖住，防止有人踩空。至于为什么不填，我想着说不定后面还能用得上呢。做完这些，段正带着少年们搬砖上山，搬了几趟，少年们就摸索出各种搬砖的方法，背的、扛的，还有用绳子捆一摞，用树棍合力抬的。但段正有一个要求，必须至少有4人同路，不得单独行动。终于晾完了，来不及休息，我又架起还未用过的铁锅开始熬油。怕熊油有腥气，我特意切了些厚厚的姜片放进去一起熬。直径半米的大铁锅装得满满当当，回头一看，装油的盆子
竟然也就只少了一个角。好在孩子们多，大家轮流帮忙搅动，总算让我能松口气。第一锅熬好时，天已经全黑了。看着大半锅清淋淋的油脂，大家都在疯狂吞咽口水。毕竟我们从未像最近这1个月这样极度缺少油水，就连我也完全忽略了其中那股隐约的腥味。看着黄灿灿脆生生的油渣，我心里盘算着，干脆奢侈一把。这松菜其实就是白菜，只是未曾经过育种改良，包得不紧密。我舀了1勺白面、青稞面、油麦面各1勺，半大小子吃穷老子，所以我又往盆里各加了1勺面。我端着油渣进屋，摸出糖罐子，往里撒了把白糖。见没人注意，我捻起一个沾满白糖的油渣塞进嘴里，香酥甜蜜的滋味瞬间在口腔蔓延。我还是第一次真切体会到好吃的想哭是种什么感觉。我又没忍住连着吃了2个，等全部咽下，这才若无其事地走了出去。我特意挑了一个软些的给周宁玉抓着，这无牙小人儿跟个小老太太似的，一拿到手就知道是吃的东西。孩子们，来吃东西了。谢谢你啊。大家都有，不要急。怎么了？谢赵姐姐，快走吧！妍儿是赵姐姐的女儿，你又不是，不用亲。小心掉了，快去吃吧。排在后面的大孩子开始慌了。好了好了，不亲了，快来吧，面差不多已经醒够了，我得去做饭喽。油锅不用洗，我直接放几颗大蒜进去，炒到表面微黄，接着撒入1把盐，盐炒到焦黄会更香。然后我把剩下的半盆油渣，还有1大盆子洗好的松菜全部倒进去，用力翻炒起来。小一、小二，倒水进来。来嘞，赵姐姐你让让。大火烧滚，2大孩子端着面盆站在旁边，我拿着竹片，手法历练地将面团刮成条，顺势拨进锅里。因为油脂丰富，水一直滚着，锅里的汤很快就变成了浓郁的乳白色。累了吧？换人来，过来打1盆，给孩子们先分一遍。来了。他们配合默契，一个人端盆，一个人舀。等他们把锅里的面条捞干净后，我便继续煮剩下的面。沈明清先给小的分面，每人都是满满1大碗，香气飘出去老远。段正在旁边紧紧盯着妍儿，生怕小丫头不小心烫着。我把面条子拖烂，吹凉喂给周宁玉。锅里还剩不少汤，喝完再盛啊。赵姐姐，今天的饭油水大，汤留到明天早上煮点豆芽土豆吧，就又是油水丰富的一餐。傻子，今天有，明天就可能有，咱们会越过越好的。想吃就多吃点。怎么没叫我？你起来做什么？再去睡会儿。来不及做饭了。下山后你给孩子们买点包子什么的垫一下。我有钱，拿着吧，都家徒四壁了，还有钱呢，买粗盐就好了。万一后面打到猎物也好用来腌制，就先买200斤吧。行，反正有骡子能驮。等一下，这个带给刘大人。好，你再去睡会儿。我都不想下山了。哎，沈大哥，您能不能跟赵姐姐说说，等周家人来了，咱们依旧留在山上吧？走吧，后面的事后面再说。小九、小石，我不小心睡着了。没事啊，快喝了去睡觉吧。这2匹牲口真是越咸越滑头。你也是的，跟骡子计较个什么劲儿？难不成他还能听懂啊？你不知道，这俩东西走一段就要吃东西，不给吃就不走。他俩驮着盐巴，我还得自己驮一口袋红薯。你们可少惹沈大少，否则咱们要吃螺肉喽。他们怎么也听你的？你是不是有妖法？打听过了，周家距离随州还有500里。快40天了，天越来越冷，他们营养跟不上，只会越走越慢。刘晨说沿途有人暗中照顾，每日能歇息，有冷馒头吃。哪有什么暗中照顾？那是前路每隔60里我提前藏好的银子。是你大恩大德，我们本想去劫囚，可大小姐写信死活不让。大叔快起，大小姐说的对，真动手就完了。定罪理由本就荒唐，有人正等着你们劫囚，刚好扣上通敌死罪。这段苦路，周家人只能自己咬牙走。起来了，起来了！官爷，孩子发烧了，能不能停一天再上路？周大公子，不是咱们刻薄，您这道路上耽搁久了，我们兄弟是要受罚的。我知道，我知道。您看我娘也有些走不动了，劳烦2位就开恩一次，明日绝不再耽搁。2位也好温壶浊酒，休息一日。行吧，你们走的还算快，明日绝不能再耽搁。哥，你就拿这种东西作践自己，作践娘吗？那你想如何？爹散尽家产体恤残兵，可现在呢，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我们。我跟你说过了，他们动不得。尉迟家、孙家等着我们妄动，好扣叛国帽子。好，那奶娘呢？
娘还他自由，还给他钱财，拿了万金手镯，每次就留5两银子打发叫花子。他坐马车招摇过市，你们为什么都还念着他的好？我要去举报他，他带着周宁玉就是逃犯。你疯了！举报是要玉儿的命！文轩，你怎么会如此歹毒啊？赵暖与我周家有恩，你不能因为他曾是咱们家下人，就不许他过得比咱们好，那是他的本事。可是宁安还这么小，凭什么那个卑贱的丫鬟过得比咱们好？凭你没本事！妍儿过得好是她有个厉害娘亲，你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别把嫉妒落在我身上。大家都在努力活下去，只有你一直在拖后腿。这些东西都是奶娘留的钱买的，你既不屑，那就别吃了吧。每次开炉都像开盲盒，这水多尼西趴在地上的，就叫他躺平吧。只要不见太高，应该很安全。要不见高些，做个阁楼用来堆放东西。天冷了，让孩子们在空房间先住着。没事儿，随州最冷时大雪急临，这些小崽子们一样在破庙里缩着。以前是以前，为何不住？这不是给周家人建的吗？大户人家规矩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第一，周家人没那么多做派；第二，我谋划是报恩，非奴仆臣服；第三，若真如你所说，我马上就能带妍儿离开。丫头啊，这山头宽阔，咱们再寻个位置建几栋房如何？段爷爷和哥哥们都在山上陪妍儿吗？娘，您快同意啊，别让哥哥们下山嘛。你既不是奴仆，也该有自己住的地方。周家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那往后的日子得靠他们自己过起来。你总不能一直照管着他们。娘，您不是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吗？是我没想到这层。行，咱们在榛子林那边再建几栋。你们不下山能行吗？官府会不会找麻烦？没什么问题，帮官府送炭本来也是个3天打鱼2天晒网的事儿。今天下雪，咱们休息一日，我请大家吃锅子。锅子过去价值几十两，随州都没得买，都不成。金子不至于，但红铜也不便宜。咱们穷有穷的吃法，大铁锅架篝火上一样的煮。好耶，娘，我也要帮忙。咱们一锅辣的，一锅不辣的，切片，2名铜前后。沈大哥不想切，我来切。去，你去看着宁玉。娘，我真的做得很好。宝儿干得真好，这蘑菇收拾得真干净。你们来看看这蘑菇干净不干净？哎呦，真的很干净啊！下次没人收拾蘑菇的时候，记得叫我。孩儿们，准备碗筷吃饭喽！赵姐姐好香啊！是赵姐姐香，还是锅里的菜香啊？赵姐姐香，姐姐煮的饭也香。今天不用排队盛饭哦，大家围着锅坐一圈，直接从里面夹菜吃。去搬木头墩子来做，吃辣的坐这边，不吃辣的坐那边去。锅子就是这么吃吗？这些死小子，以前跟我抢吃食比狗还疯，现在居然学乖了。你还不如10多岁的孩子开窍。我要是你啊，现在要么去喂小的，要么就喂大的。你老不休的胡说什么？我干嘛去喂他？跟我又没关系。你去吃，我来喂这臭小子。我马上喂完了，你先去吃吧。我嫌烫。你会喂吗？会，这多简单。羊奶是他主食。知道了，你快去吃吧。尹丫头，来吃饭。好嘞，段叔。好好吃啊！松菜豆芽希腊，要吃不辣锅里的，土豆胡萝卜入味，吃辣锅里的才好。哎呦，我的小祖宗，你抓碗干什么？别抓筷子！还笑？我打你了啊！你到底有几只手啊？小祖宗别抓了，疼！娘的乖宝哎，别扯叔叔头发啦，扯秃了就找不到老婆喽。果然有奶就是娘，我这喂了半天算是白费力气了。这炕可是我设计的，孩儿们加把劲儿吃哟，菜跟肉都管够。谢谢赵姐姐，谢谢赵姐姐。好了，不用道谢，最近你们也都忙坏了，我以肉代酒，咱们干一个。娘，岁州城好黑啊。是啊，娘教你念首诗吧。好呀好呀，娘好久都没教我念诗了，这次还是诗仙李白爷爷的吗？不是，这次是香山古士白居易的《卖炭翁》。卖炭翁倒也应景，只是这什么诗仙香山君士我没听过，可是近些年京中出的沽名钓誉之辈。当然不是，这可是我在一孤本上看到的，你别瞎说。哎呀，你别管这么多了，听我念就好。卖炭翁，伐金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探剑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小驾探车免冰折。整座院子造价最高的就是门窗、床铺，还有桌椅，这些差不多花掉了我20两银子。两边厢房打通，气通铺，简单方便。过几年小姨他们大了，万一谈个姑娘怎么住？若要成婚，得自己建房，不能跟我们住吧？糟了，这时代哪有没成婚就带姑娘回家的？这炉子太小了，烧一炉炭出不到50斤吧？你们不懂，这一位是密闭性，二位做好吃的。娘，这是什么呀？咸土豆泥面包。面包是什么啊，娘？等会儿烤好你就知道了。闻到这香味儿，我饿了。快好了，你们先洗手吧。呀，赵姐姐这是什么？妍儿妹妹，你懂得真多。14哥哥你也厉害，会生火，敢吃虫，还不怕冷。这么一说，我是挺厉害，我还会抓老鼠烤来吃哦。14哥哥真棒，其他哥哥也很棒。好啦，孩子们快来吃饭啦！我还以为是烤馒头呢，这烤出来的内里反而比馒头更软，这味儿也调得好，蒜香改住了粗盐的苦涩，就算没有中间的馅儿，也是好吃的。看得出这小子以后也是个小吃货。你是不是专摸着好的拿的啊？哼。娘，这种炭好漂亮啊！这不就是菊花炭吗？你看这断面像不像菊花？菊花炭。但这种炭不是拿来取暖的啊！入窑前就把栗树切成3寸长，成炭后小火炉煮茶，大雅。行。炭密度更高，就是更耐烧。要沙做什么？烧炭跟打铁一样，需要淬火定型。这个泼水肯定是不行，会激起很多灰飞。我试试用湿沙。这样啊，那你自己先试着。我们加紧盖房，做不了喊我。要不你也建一栋？听妍儿说她跟周宁安关系不错，你不想他们平等相交吗？你这人可真会抓重点。况且你年纪与林氏相仿，周家又不止一个男人，瓜田李下的。我自然是想有一个家的，但你们已经帮我修了周家屋子。赵姐姐，不要钱的小工不用白不用啊！就是啊，赵姐姐，多给我们煮2顿火锅子就扯平了。赵姐姐建个大房子吧。那行，就那边吧，对着下山路，离你们2家都50、60米，遇事喊一声听得清。哇！哎，等会儿先看看炭。让他们去吧，傻小子们粗手粗脚的，我去帮你弄。比之前的重，没碎裂，完美，无烟无明火，比侯府的银丝炭颜色更鲜艳。这若做大块些，价格比银丝炭高1倍也有人买。不要做量，要做精，让镖局过年前送到周青瓷手里，借他的手引入富贵人家眼中，就送2盒。若有人喜欢咋办？喜欢就等着，等得够久才被珍惜。你敢不敢在遂州落户？这话怎么说？遂州山头都是由官府控制，除了流放之人烧炭上交外，其他人也是可以靠烧炭讨生活的。比如你，跟这些孩子。流放来的养不起孩子，这些孩子若是命大活下来，满5岁就可花500文去官府入籍，可自己烧炭卖与官府，与流放之人烧的炭同价。若是这样，那岂不是有空子可抓？流放并非充奴，世代不得脱身。拿周家作比，若是周大公子与林氏在随州产子，这孩子就不再是流放之身，可入随州籍。那宁安，他不行，他的后代可以。这样啊？那你为何问我可敢在随州入籍？百姓入籍本是官府应尽之责，可现在想入籍必须交，交不起钱，无法给孩子入籍，便是黑户。黑户可被买卖。随州官员贪无可贪，便怂恿商人花20两银子买下一座山头，不买就不卖炭给你。天下乌鸦一般黑，两头吃。所以莫问我敢不敢，就凭妍儿是黑户这一点，必须落。你既知天下乌鸦一般黑就好，怕你不知外面险恶。若是周家变了心境，落户买山，也不至于陷入完全被动。既然这样，我就买周家这座山头，可行？行。不知是不是熊肉大补，不到2个月时间，少年们个个都长高长壮不少。这样的好处就是干活更加麻利了。沿着篱笆建鸡圈，
种满丝瓜、黄瓜，夏日清风，瓜果隐藏在绿叶间，光想想就要醉了。娘，我要种葡萄。好呀，就是不知随州城里有没有这种东西。改日段爷爷给妍儿搭葡萄架，挖山葡萄来种。山葡萄甜吗？娘，甜不甜不重要啊，妍儿要跟娘在葡萄架下捏泥人做针线。好呀，甜不甜不重要，妍儿在一起才重要。娘，我带着弟弟留在山顶。娘，您跟沈叔叔下山办事，这么远又是冬日，很危险的。您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也会看好弟弟。我这2天不做木工活，盯着俩孩子如何？赵姐姐，你放心吧，还有我们呢。这样吧，小1、小2、小3、小4，你们都留下来看孩子。那行，妍儿要看好弟弟，要听段爷爷和哥哥们的话。知道了，娘，你也要小心。娘，您记得给我买糖葫芦。看好弟弟，娘回来给你买。段叔，多谢了。注意安全。走热了，今年运气不错，还没大雪封山，到现在就下1场雪。但愿在周家到来之前，不要大雪封山吧。你是不知道，上次下山走一段他就得歇息，不然怎么会耽搁到第2天晚上？哎，你不是说这山中有溶洞吗？能不能通行？有，不过我也是在无意间走通了一条。山体里的溶洞四通八达，想要探索，须得耗费不少人力物力。你也算是运气好，地下溶洞分支众多，稍不注意，可能就一步踏入悬崖。这么说来，的确是我运气好。那是在烧炭。不要去帮忙。我不会去的。走吧。啥？落户？是啊，要只是买山头，我何必带人来您老这里？孙大人，起来办公吧。姓孙。嘿嘿，在这儿呢。我帮您吧。哎，好好好。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都流放了，还有人来提前打点。孙大人，我家还有个女儿，还有个儿子，也想落户在随州。只要够钱，你家的猪牛羊我都能给上个户。今日先这些。孙大人，这块熊肉是我偶得的，您炖煮一锅，补补身子。熊肉？我老头子临死也算是长见识了，竟然能吃到这等猛兽的肉。还是那句话，你就算是有猪狗要落户，只要我在，都能给你办了。多谢孙大人，您好好保重身体。这熊肉您若是吃得惯，下次我再给您送。哟，这么容易偶得？大人喜欢，不容易也得容易。刘大人对这位孙大人可了解？他来的比本官还早，唯一确定的就是他跟孙家有匪浅的关系。说起来，好像从本官到随州见到孙大人第一眼，他就是这副模样，没有10来年，也有7、8年了。走，去市场看看。好。除了葱、酸菜和萝卜，连个新鲜叶子都没有。搜刮10几个摊子才各凑够100来斤，只要东西不要钱。小5、小6，你们去趟米粮店，先买一趟杂粮来。比云州贵1两文，心疼死我了。但山上20多张嘴等着，咬碎牙也得各买100斤。咦，掌柜的，可否能借你家10年一用？小娘子，这不合适吧？来都来了，骡子还拖得动吗？骡子好，就算山路，一头至少也能拖400斤。那就再要100斤玉米，不是，是粒米。哎呦，小娘子真是爽快人儿！娘子相公随我来，咱们去后院歇歇。多谢嫂子。不谢不谢，还愣着？关了铺子门，后院倒茶去啊！哦。外头随州城满眼灰扑扑的，偏偏这家后院黄澄澄亮当当的，看着真差。哪要您自己的骡子，正好让我家这货活动活动，不套眼正转几圈就晕，晕了就撂蹶子。原来还有这窍门，配合的是默契。但这10年看这样子，再快也快不到哪儿去啊！留下几个在这儿等着，我跟沈明清再去转转。小娘子要买些什么？随便看看，若有菜种最好。去城东头老胡家，他家常给大户供菜，应该有不少。他家有些那啥，
你就说是城西杂粮渡介绍去的。谢谢婶子了。今日正好有时间，带你去东边看看。这些大户人家都是哪儿来的？商户或者是大户分支，管家炭火生意的。原来如此，跟朝廷贬官一个道理，都是不受宠的。胡家是佃户，住交界处。掌柜的可在？松菜叶子3文1斤，3斤起卖。这位大叔，我们不买松菜。哎呦，这位娘子眼生啊！是那边米粮店掌柜推荐你家的，说你家可能有菜种卖。这是什么种？我说贵人何必要自己种？小老儿家什么菜都有，您只需要出银子，每日都能给您送去府上。我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若是不愿卖，我这就走。不，贵人娘子莫要怪，是老儿唐突了。挨着念一遍名字，报出价格。这是松菜、萝卜、韭菜、葱、菠菜、茄子、辣椒、黄瓜、甜瓜、臼头、冬寒菜、雪里须。臼头要2斤，其他各要1两。少哥，我找不开。走。爹，你怎么不多收些？随便就扔1锭银子出来的人，能是一般人？借着杂粮店婶子的名头，我们顺利买到了菜种。怎么样？我装的像不像？像。若不是你，今日这菜种肯定要遭高价。多谢。不必，等种出来菜，给我吃点就行。那还用说？等回去把地翻出来冻一冻，虫子冻死，来年菜才长得好。你怎么还懂这些？没做奶娘前我是农妇，当然会知道。做奶娘后，侯府书籍很多，夫人也允许下人借书看。那胡家老头祖上给大官管庄子，主家犯事砍头，被流放来的。难怪会种菜，常跟富贵人打交道，尾巴翘上天，糟粕学了10成，什么女子不抛头露面？咱这穷苦地儿，女人也得养家。他家老婆子儿媳苦啊，半夜种菜不给见人。真是多谢了。路上慢点儿。此时我心急如焚，只想尽快赶回山上。沈明清和孩子们也一样，都不想住漏风窝棚了。好在火把准备的足够，我们5人3骡连夜进山。夜里走不快，等走到山脚时，天都快亮了。要不咱们给这座山起个名儿吧？小五哥这个想法好，叫什么好呢？你们给我想一个啊！要不就叫赵家山吧？你们觉得如何？虽然普通，但一听就知道山主人姓赵，我觉得可以。那行，就叫赵家山。等下，那是什么？小山楂。野生山楂酸得很，越吃越饿。以前除非饿死，否则绝对不吃。走吧，去摘去。只要没有毒，我就有办法做得好吃。虽说不好吃，但摘果子就是让人开心。沈明清，他骂得很脏。娘，妍儿，我可想你了。娘也想你，连夜就赶回来了。看这个。娘，您不会把做糖葫的老头也买回来了吧半两银子的东西，你就这么一次性给他了？本来就买给他的，该给就给。这个比糖葫芦好吃，快吃啊，可甜了。这娘也吃。娘吃过了，给你留的。吃嘛，娘。肉碎。哪有你这样做娘的？多谢沈公子救命之恩。小玉厉害啊，都会做饭了，好吃。娘不在，都是小一哥哥做饭。这让你娘歇息。娘的乖儿子，让娘睡一觉。谢谢妍儿妹妹，这是我娘买的，谢她吧。要不你燃起来试试？此时外面正好下雪，主上。孙佳莹，我今日没空。好，那等你空闲了喊我。这炭倒是新奇，纹路如花瓣，若用来煮茶，是他。宁安有个玩伴，好似叫妍儿。小姐，这话是何意？他让我活下来，努力赚钱接济周家，这便是他递来的点子。快去取泥炉来，真好看。后日就是玉妃生辰，正好。要不背这些人，这些孩子，我瞧着也都还算嘴艺。段叔，你在这边拉。你们觉得是现在的日子好，还是以前的日子好？当然是现在好了。沈大哥这话问的，现在的日子给我金子也不换。对，不换。
既然你们觉得好，那就要保守秘密。这东西咱们从未见过，若是被外人知晓，不仅我，你们镇赵姐姐会没命，就连你们还有妍儿全都得死。沈大哥，您放心，这事儿我们会烂在肚子里的。是啊，沈大哥，要不是你，我们活不下来；要不是赵姐姐，我们活得不如狗。如有泄露，天打雷劈！如有泄露，天打雷劈！你们知道轻重就好。都流放了，还能再差到哪儿去？小姨，你给我找俩徒弟。妍儿，跟娘去洗山楂。娘，我也尝尝。好好吃。哟，咱们乖宝只吃甜不吃酸，是不是啊？苏苏。有了它，就不用烧麻烦陶板了。沈大哥，今天大晴天啊！沈大哥，我们快出发吧，我去拿篓子。着什么急？现在露水还结着冰呢。集合！今天围着山顶跑2圈，跑不够不许出门。是。没吃饭？是。可不就是没吃饭吗？洗手吃饭啦！吃白米白面或许有难度，但杂粮糊糊管够。1年都没有任何进项，我可不信。赵姐姐，你也跟着去玩吧，家里有我们看着呢。这小姨，你把小子们分2批，今日我先带1批，若是鱼多，明日我再带剩下的去。这个主意好。你们在这里等着，我去看看山腰的洞还有没有水。要是有人见着干枯茅草松软，一头躺上去，岂不是会被活活摔死？山上的水干了，要去山下。后山我知道的溶洞口大小数10个，所以你记住，没事千万不能从后面下山，可知道？知道了，沈叔叔，我不来也会看好弟弟，不让他来的。真乖，奖励你。谢谢沈叔叔。我第一次发现这里的时候，也如你们现在一般。没有我带，谁都不可以擅自来这里，懂了没有？天哪，这是什么东西啊？我们莫不是进了仙界？沈明清，你以前路过时，有没有闻到过什么刺鼻或是特别的味道？你怎么知道？前面有股臭鸡蛋味。远吗？不远，大概100米外吧，有个不小的侧洞。你若有兴趣，改日我带你来一趟。好。这里面能有这么大的鱼？小2、小4、小6跟我下水，你们其他人在岸上等着。不脱衣裳。你是女人，我怎么能在你面前脱衣裳？又没让你们全脱光，身上的薄袄要是弄湿了再走回去，个个都得冻成冰坨子。今天太阳好，比平常要暖。不会的。既然你们不脱，那就回去吧。拉好啊，我们开始赶鱼了。我拉不住了，妍儿，你离水远一点，麻去帮一下哥哥。12哥哥，麻去帮14哥哥，妍儿来帮你。娘，我抓不住。妍儿妹妹，这样抓。哥哥，你掏进他嘴里不会不咬吗？不会啊，这回是真委屈。你试试。他在吸我手指。这回是真委屈了。他那么小，哪里懂我们在笑他？哦，娘的乖宝，坏鱼打你了是不是？对不起啦，沈叔叔是坏蛋，不该嘲笑咱们小玉。明明是小鱼的错，叔叔怎么能嘲笑咱们宁玉呢？叔叔是坏蛋。宁玉，叔叔错了，已经道歉喽。好了，娘知道你委屈，晚上咱们就把这10个月的孩子
居然还能看懂大人的表情啊！来都来了，咱们再赶一波吧。那也行，没几天就过年了，咱们回去冻上一半，再抹盐腌一半。你们快把湿裤子脱下来，别把外面的棉裤打湿了，不然刚才就白害羞了。赵姐姐，哪有那么冷？你这么塞，当心等会儿把扣子都给崩掉了。切，他要是得了风寒，到时候还不是要劳累我跑着抓药？猴子，好像还真是啊。你想去看？我不是想看猴子，我是想去看看那是棵什么树。可以，我们去看一下。这难道不是脚吗？走，今日先回去，明日咱们专门来弄拐枣。沈叔叔，明天不是要带小鱼哥哥他们抓鱼吗？有甜甜的拐枣，哥哥们哪里还愿意抓鱼哟？大爷爷，我们抓了好多鱼呀！哎，爷爷来喽！哎，别下来！先在这里待着，等吃了饭再下地。好的，小鱼哥哥。锅里给你们留了饭，快去吃。好嘞，大叔。我先吃了啊，吃完趁新鲜把鱼处理一下。行，你先吃，吃完咱们一起弄。马上过年了，你也把胡子收拾一下呗。我不是那个意思。说得对，新年之前家中要扫扬尘，人也该扫扫。只你收拾哪行？腊月29吧，小子们也都把头发洗洗修修。赵姐姐要刮鱼鳞吗？要，你们把鱼洗干净，鱼鳞刮下来别丢，那是能吃的。好的，赵姐姐。他们以前估计都是直接烤了吃，肚子里没油水，鱼鳞都舍不得丢。我们能做什么？你们刨开鱼肚，把内脏拿出来，记住，除开苦胆，其他的都留着，能吃。啊，要不算了吧。鱼下水腥味重，他们做起儿时向来直接扔。等他弄那弯弯绕绕的鱼肠，不知会不会想起不好的回忆。这鬼天气，1个时辰鱼就能冻硬，用树叶隔着，吃的时候直接拿一层，省得把整罐都解冻了。鱼肠红白相间，波浪边的鱼油看着跟熊肚子里的东西太像了，难为沈明清忍得这么辛苦。现在大家急缺油脂贴标，有这么多鱼油，根本管不了腥不腥了。这一大把姜蒜下去，看得我一阵心疼，不过香味确实出来了。半山腰就闻到香味儿，带小子们赶紧赶回来了。放些辣椒，得劲儿。好，等会儿就放。砖窑里的炭烧的怎么样？当然好啊，一炉几百斤，这个冬天的量不是问题。流放路上接济是死罪，大家心里都在替周家捏把汗，但愁也没用，那就好。怕有人不吃鱼杂，单独炖锅鱼汤备着。妍儿才6岁，跟着吃杂粮不好消化，嘴里都有味儿了。是我疏忽，给俩小的开小灶，周宁玉还得人喂，沈明清提前去喂小的，等会儿大人就能一起安生上桌吃饭了。14、13、12，怎么了，赵姐姐？14负责这一堆，13负责这一堆，12负责这边的。数20张树叶，就给饼翻个面，谁把饼烤糊了，就谁吃啊。不仅要吃糊饼，还要被哥哥们骂哦。借着靠烤饼，给这些没空读书的少年安排着简单的算术任务。孩儿们，准备吃饭啦！赵姐姐，饼应该熟了。熟了就拿盘子捡起来呗，叫赵姐姐干啥？这2个糊了的，是不是你的？二哥，是12哥的，我们俩的没糊。算了算了，糊的给我。这么多孩子，又都是男孩，你能时时刻刻拴在裤腰上？你这话，大孩子教育小孩子，不过分你就别插嘴。现在你给小的长秧子，大的以后就压不住他们。再问你一遍，这2个糊了的饼是不是你烤的？还
还知道找个暖和的地方，不傻。大家吃饭了。鱼杂鲜辣，鱼白细嫩，十二馋得咽口水都来不及，哪里还哭得出来？沈大哥，我错了。啊？啥错了？你做了什么事儿错了？我不知道啊。小二哥，我错了，我不该嫁祸弟弟们。知道错就好，下次就别再犯。快来吃饭吧。好了好了，糊掉的饼子已经被吃了。不是，我不是怕吃糊掉的饼子才哭的。十二哥哥，快吃吧，我娘做的鱼可好吃了。不过你要注意吐刺哦，要不你让我娘帮你把刺夹掉吧。不了。谁说好人没好报？周家这不是天都连吗？我下山去打探情况，你们在这里等我回来。我跟你一起去。那你们拿点干蘑菇、野板栗去市场卖，做样子。我跟沈明清去周家村看看。你段叔没有很多钱，但也不至于什么都要你破费。谢谢赵姐姐。段爷爷，你路上小心哦，妍儿跟弟弟在山上等你回来。爷爷的好孩子，你也要乖乖的啊。小鱼哥哥，娘说她用拐桥做糖果，你不要担心，妍儿给你留一些。好了，走吧，没事的。没了大熊，这山上应该没什么错了。如果有危险，马上躲进院子里，外面的东西都不必管，知道吧？你这是要用竹子敲，这拐枣小，敲下来都是碎的。就是啊，赵姐姐，我们会爬树。不行，这树太高了，有安全的方法，为什么要冒险呢？你们看好了啊！哇，我娘好厉害啊！还能这样？那我以前爬的树摔的跤算什么？算你傻，算你命大呗。赵姐姐能想出这个办法，好厉害啊！好了，把宁玉给我吧，接下来看你们的了。娘，你吃拐特。谢谢我宝儿。背篓装满了，宁玉也气坏了。明天我们再来吧。不来啦，这个做不了主食，留给小鸟、小猴子吧，咱们尝尝味儿就行。这女子聪慧有大德，可惜这样的人是女子，若为男儿，天下人有福。哇哦，娘，弟弟要拉粑粑了。哎，娘来了。妍儿，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娘，师弟的粑粑臭吧？是吗？好了，走吧。快点进院子，关上门！快进院子关门！别出来了，快点儿！别出来了！娘，赵姐姐跑快点！13，接住！14，看好妹妹，关门！13，关门！娘，哥哥放我出去，我要救我娘！妍儿，你跟弟弟哥哥们安全，娘才能专心收拾野猪，懂吗？过来！好在门是用料扎实的新门，虽然段正手艺不精，但足够厚重。沈大哥，最后这窑就不烧了吧？赵姐姐带着几个小的在山顶，我这心放不下。我这心也是跳个不停。先回去，明天早些来就是了。有声音！赵暖、妍儿、妍儿妹妹，14！沈明清，这边，我在这边。沈明清，妍儿他们在里，不要开门。我知道，11，你去看好妹妹弟弟，其他人跟我来。野猪皮很硬，不好攻击。你去拿绳子绑在2棵树之间，然后引诱它冲撞，绊倒它。你再坚持一下，我们去准备。你们先绑着，我先去把野猪菇引开。就这样，咱们磨死他们。他没力气了，绊倒他。都是肉啊，别放跑了。是啊，都是肉啊。做腥味重尾的鱼熊肉都那么好吃，如果做猪肉……娘，没事吧？妍儿，
姐姐没事，出来吧，没事了。笑啊，怎么不笑了？啊，赵姐姐，你受伤了！娘，你流血了。没有伤筋动骨，应该是被破碎的门板，还有躲避不及的獠牙擦伤了。能走吗？能，不过等下得要你帮我处理一下伤口。好，我去烧水，我去趟布巾。娘的好宝宝哎，别哭了。你跟弟弟没受伤，娘就觉得很值。你要是受伤了，娘痛的可就是心，医不好的那种。娘，爸！哎呦，我的乖儿子啊，都会喊娘了啊！那小猪钻是做烤乳猪的好原料，等段叔回来，我就去城里卖掉。我还说留着给孩子们补补身体呢。总不能什么都进他们肚子。你操持着这么多跟你毫无关系人的生活，不能让你把钱全都贴进来。这是野猪来过。妍儿，沈明清，赵暖。段叔，妍儿呢？赵暖呢？没事，没事，没事，都好着呢。妍儿在家。叔，赵暖受了些伤，还没起呢。你在干什么？我段叔，山顶要么不留人，要么多留人，这个规矩我以为你们都知道。段爷爷，您不要怪沈叔叔，他也是为了多烧些炭才去砖窑的。好孩子，吓死爷爷了！段爷爷以为又要失去最重要的人了呢，这心啊，快蹦出胸口来。段叔，我知道错了，您先跟妍儿玩，我去做饭。鬼精丫头，别以为爷爷不知道你装可怜，帮他解围。段爷爷，昨天晚上我娘他们杀了好多野猪哦，可惜我娘受伤了，不然又能吃到好吃的啦。以后做事要多动脑子，你们沈大哥想不到，你们应该替他想到，并且提出来。好了，去跟大家分了。谢谢师傅。这是敬灶神的糖吗？我见过别人吃，我自己没吃过哎。看到还有人卖，就给你们买了些回来，去分了吧。让你们平日调笑我跟小九被骂的凄惨，看看这是什么？这啥？祭灶神的糖果，我师傅给我买的。也是给我买的。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别看我，我只是你们萍水相逢的沈大哥。松鼠，哥哥们，松鼠来咱们家啦！嘘，他们还在睡觉呢。松鼠体型没这么大吧？可这个花纹看起来就是松鼠啊！娘，我们在兔子窝里发现几只这么大的松鼠。等下，是不是黄褐色条纹？娘，梗好聪明啊！是啊，赵姐姐，我也没见过那么大的松鼠，但它的毛色又像松鼠，只是没那么蓬松。赵姐姐，你怎么知道？因为那是野猪崽儿啊！你怎么起来了？哇，是野猪崽！段叔回来啦！伤得重不重？还行，昨夜没发烧，问题不大。要养起来，这野的能养活吗？能，这野猪是很好驯化的动物。若是里面有公有母，咱们往后吃肉就不愁了。那行，咱们再搭一间宽敞些的茅草屋子来养猪。用砖头砌墙，野猪的破坏力很高。行，不出意外的话，周家人都还活着，距离遂州只有50里了。我估摸这2天就能到。段叔，我这几天一直在想，他不吃就饿着，你过来，咱们说几句话。咱们房子都是分好了的，我想把粮食这些也分一下。你是怕周家来了会霸占这些东西？侯夫人，大公子夫妻是好人，可经历此事，谁敢保证他们的心态不发生变化？我同意赵暖的，我知侯夫人是你姑妈，又对你有恩，但你不能把这些孩子们都拉下水。我并没有这么想，重要的是你怎么想。我置办这些都花的是我的钱，当然是我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我真心为他们打算也是真。我为奴时有为奴的操守，
现在是自由身，当然要以自己为重。你们是怕我奴性入骨，担心我。那好，你说怎么分吧。我这是放长线钓大鱼呢，很多事儿我做不了，都要他们帮忙。比如这菊花炭生意，我只能统筹，你们得给我做长工。人之有情，重在绵长。利益捆绑听起来不好听，却是最牢固、最持久的。所以想不被朋友抛弃背叛，那就要齐头并进，让对方知道合则无敌，分则两半。赵姐姐，你不要我们了吗？赵姐姐，我不要粮食，我要跟赵姐姐、妍儿妹妹一起。傻孩子，往后咱们还是在一块儿。马上周家人就来了，往后山顶就3家人啦。你们若是还想跟姐姐亲近，那他们来了后，你们就教他们怎么干活，怎么在山上生活下去，好不好？最硬的那几块做成护膝、护肘，其他软活的先给几个小的做皮靴。猪肉切块，一半抹盐，一半冻上。好。娘，这个好硬啊，怎么吃？拿过来，我教你。哎呀，娘，它飞起来了。等凉了吃。妈妈，娘！嘘。过几日你娘就来了，你也不等等，让她看到你第一次走路。妍儿，你看看脆不脆？娘，您吃一个。下次我们看到了再采些回来。做这个好麻烦的，你们让赵姐姐教大家做呗。姐姐的好弟弟，来，趁现在你还小，亲一口。逗你的，去玩吧。啊！你干什么？这些不要了吧？猪下水可以都留着，就算里面有寄生虫，也没熊肚子里的那么恶心。赵姐姐，你教我怎么处理这些猪下水吧。好，你先把里面的脏东西清理干净，然后我再跟你说怎么洗。赵姐姐，没事的，您跟妍儿不吃，我们吃。姐姐不是舍不得，而是这种肉吃了不好。可是，这样吧，你把这些恶肉还有胰脏单独放，姐姐教你做胰子，这样就不会浪费了。那好，胰子好几文1块呢，转窑不远处就有棵皂角树，地上掉了好些皂角，等会儿我就去捡些回来。娘，我们快点开始吧，好不好嘛？13、14，你们俩搅和草木灰水，等澄清后过滤出来。娘，我呢？我呢？你去把草药里的干金银花抓一把来，用剪刀剪碎，越碎越好。好嘞，娘。小10、11，你俩去熬皂角水，熬到浓稠啊！遵命，赵姐姐。娘，这就好了吗？还得放在阴凉处熟化，不然用了会烂手哦。好了，做好了就准备吃饭吧。娘，您去吧。虽然我很想见到宁安，可弟弟需要人照顾啊。
娘的好孩子。暖丫头，你们几个先去沈明清的窝棚等着，我去城门口打探打探。段叔，我跟你一起去，若是有事儿，我还能回来报信。小姨说的没错，你们俩一起，我带着他们俩去沈明清窝棚。那也行。小叔，下雪了。你俺再撑撑，已经能看到遂州城门了。娘，您看，遂州城到了。下雪了，你爹最讨厌下雪了。他说那日大雪是他一生耻辱。哎，我没有怪他，就是心里过不去那个坎儿。娘，这些我都知道，您就别说了，睡会儿，等您醒来咱们就到了。我撑着呢，我还没见到玉儿。要我说啊，你们周家是这个。官差大哥说笑了。没说笑，衙门里一年流放的没有7、8趟，也有4、5趟，能全勋全为走到的，也就你们周家。那得多谢2位关照。嗨，周大公子也别这么说，若是有机会再见，还请您别见怪。哪里的话，2位也是公务在身，倒是麻烦2位跑这么远送我们一趟，我周家有愧。大公子莫要这么说。段叔来了，你先去，我去告诉赵姐姐。2位官爷，老哥哥，您别让我2人难做。段叔，莫要为难2位官差。刘大人，好雅兴啊！哟，周家娘子咋这个时候前来？前日打了只野猪，这不给您，还有孙大人送肉来了。多谢多谢。还有1块豚肉，您牙口好，就把这块肉留给孙大人吧。好，好，好，周娘子考虑的周到。周娘子来是有事吧？什么都逃不过大人的法眼，周家人快到了。哟，这一路苦啊！可不是吗？他们得先来衙门报道吧，您。公事公办，公事公办。多谢刘大人了。千里都走过来了，那就进来考考。来来来，刘大人是个好官，往后你们好好服劳役，他不会为难你们的。往后好好过吧。多谢大人，我俩也好回去复命。夫人，周公子，想来你们是了解遂州的。山头已经分好，每人每日上交木炭10斤。现在大雪封山，及其后待春日再一并缴纳。是，罪人记住了。至于点卯，空了就来一趟吧。多谢大人。这冷的天，我先回了，各位自便吧。大奶奶莫想多，遂州不错，玉儿前些天都会走路了呢。你的大恩大德，我生生世世不敢忘，做牛马也要报答你。瞧您说的，没这么严重，睡会儿吧。夫人，您可还记得沈家小二，他与我在一起呢。您不是常常念叨他吗？他没死，我今天下山来接你们。您慢点，他在山上帮我带玉儿呢。您睡一觉就能见到沈家小二跟玉儿了。您好好的，往后还得靠您带孩子呢。不然每天好几10斤炭，大公子哪里烧得出来？乃赵暖，此恩无以为报。大公子言重了。大公子，莫要强撑了，歇息吧。您看看牵骡子的是谁？段叔，真的是段叔。大公子，是
是我，别哭了啊，都安全了。段大哥，周青瓷能找到段正，大公子却没找到，连夫人都不知假死的沈明清。周青瓷也能联系到嫁入处处摄肘的相国孙府，这大小姐实则本事了得啊！赵姐姐，附近有一个小溶洞，咱们进去歇歇。行，炭炉里面的炭都熄了，我怕他们受不住。辛苦了，等到山顶红薯萝卜豆子甘草管冲。大奶奶，是我，赵暖。大公子，您给侯夫人喂点粥水吧。哦，好。三公子如果醒了的话，就起来喝粥吧。如果没醒，等我喂完宁安就喂你。大牢里确实有衙役想对林静书图谋不轨，但他以死相逼，对方没有得手。他怨的是周文瑞在那种情况下，想的还是如何于衷。竟想不林家爹娘后神以死明念，想到他早死的妹妹，被迫嫁入孙家的小姑，幸好他在路上没有一时想不开，幸好他活着到了遂州。林静茹暗暗发誓，绝不拿女儿去填这个忠君的坑。